无视领路规则，滥杀无辜，可治罪。把齐宣交出来！放肆！牧尘，大肆屠杀，犯下血祸罪行，其罪当诛。且慢，牧尘违规，必有缘由。吾等迂腐，凶兽暴虐，何敢小儿之罪？若非牧尘，何来凶兽？齐宣牵扯其中。领路试炼者牧尘违反规则，即日被武大院逐出领路。牧尘，莫离！烧尽就陨落，绽放在诸天万域那一刻。苍乱坎坷，鸿沟断隔，还有不甘怒吼着。天神垂眸的动彻，戏弄着凝土辗转又如何？弯道争锋，龙凤契合，同我无畏复活，燃烧着天地不朽的颜色，用着不惧生死的脉搏，向万族喊着灵魂的歌，傲视与苍。我会在武大院等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
千儿姐，你小子还真行啊，竟然从感应境晋升到灵动境初期了。要不是刚才试试，姐还不知道呢。藏的可真够深的。千儿姐，这可不是刚才你偷袭我的借口。哟，翅膀硬了。姐可是天界灵动境中期的高手，你可打不过我的。唉，还是从前那个听到打雷就抱着我大腿的小牧尘可爱，粉嘟嘟的像个小糯米团子。千儿姐，好啦，今天姐带你去个好地方。你从灵路回来后，我老爹就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你。哦，糟糕。牧尘啊，姐不该提那什么灵路。千儿姐要带我去哪儿啊？哦，走。这北陵院啊，有处绝佳修炼之地，姐带你去见识见识。进入灵动境便有机会升入天界了。哎，到时候你可得来东岳帮姐姐，让天界西院那帮家伙知道厉害。那不是牧尘吗？那个被灵路踢出来的家伙，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竟然被踢出来？那可是灵路啊！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中途就有人被取消灵路资格。莫不是选错了人，才被赶出来的吧？你们西院的人就这么喜欢嚼舌根？学姐，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随地小人过。你们西院这些小子，不好好练功，一天天的就知道拿别人说三道四。有这闲工夫，要不来跟我过招？千儿姐，不是说要带我去修炼之地吗？再让我听到你们胡说八道，有你们好受的。是，快走！又是他们。没事，走吧。萧院长，您是在担心北陵境九域势力的纷争吗？我们不掺和九域的事。西施啊，倒是此次地界院士可准备妥当了啊！西院学员们都在加紧修炼呢，特别是那柳玉小公子柳阳，实力定能让萧院长眼前一亮。好，莫师，那个牧尘是在你们东院吧？那小家伙从灵路回来后，修炼的如何呀？哦，牧尘已进入灵动境，此次也很有希望升入天界。灵路的事已经让他耽误了1年的修炼，我看莫师还是让他回沐浴，好好巩固一下境界吧，不要拔苗助长啊！无妨，比试也是修炼嘛。东西两院的争斗不是坏事。让他们在院士比武台上大展身手吧。是，萧院长。唉，待在地界也太无聊了，我可等不及要升入天界西院了。牧尘，西院那帮家伙你不用理他们，待会儿我介绍几个师哥师姐给你认识。千儿姐，她怎么和那个被灵路踢出来的废物在一起？何必为不相干的人动怒？牧尘这小子，3个月前打赢了我们地界西院第3，
看来是有争地界老大的位置。牧尘，哼，好了，柳阳，不久后便是院士，你要以地界第一的身份升入天界。这有何难？我本就是地界第一。不过大哥，这对晋级天界很重要。地界东西两院都认可的第一，升入天界后，会得到更多有利的修炼资源，对争夺五大院的名额有帮助。五大院，正好借你这块绊脚石，让我的第一来得更加名正言顺。我们柳玉早晚会拿下整个北灵境，这沐浴少主就交给你。大哥，爹打算对沐浴动手了吗？反正你给我记住，我们柳玉只能赢，不能输。怎么了？跟我走吧。不好了，西岳那帮家伙又来欺负人了，连谭青山都不是他们对手。啊！快去找莫师！放开我！给我滚！你们别太过分了！去你的！就这还想守场子？住手！你站！木原老大在，你还敢动手？去你的！弱成这样，还想救人？木原，这修炼场先到先得，你们西院竟然直接动手抢，简直蛮不讲理！哼，谁让你们东院这么弱，活该被抢！要动手就去比武台，你们这样就等着被导师责罚吧。哦，没想到东院还有如此标致的小学妹，不如来我们西院，跟着哥哥。哦，闭上你的臭嘴！找死！青山，你没事吧？哼，灵动境都没到的废物，还敢跟我动手？谁给你的信心？混蛋！若是木可在这儿，哪有你这西院第二校正的份儿？你，拿我和沐尘比，他算个什么东西？木可。沐尘，都还好吧？木可，没事，你怎么来了？没事，没事就好。剩下的，我来吧。他们的信心是我给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哼，真是好大的口气啊！沐尘，你还当自己是个天才？想我北灵境10几年才得到一个灵鹿名额，却被你这个家伙浪费了。若是灵鹿名额交给我老大的哥哥柳慕白，定当不会被人当还非要自己解决。跟西院的人说那么多干嘛？揍就完事儿。说完了吗？动手吧！一起上，拿下他！你还打吗？哼，有本事你别走！我们西院老大柳阳早就想会会你。难道不打算道个歉再走吗？对，必须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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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凭什么？不愿意吗？那看来是没得谈了。沐尘，你真以为我怕你？延长，小心！
现在可以道歉了吧？赢了！太厉害了！太战胜灵动境！这小子才进入灵动境，怎么那么厉害？木尘兄弟，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呀！不愧是曾经参加过灵路的人啊！不过你这般作为，未免太不把我们西院放在眼里了吧？柳阳，他怎么来了？地界第一，柳阳。老大，这小子太嚣张了，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看了半天戏，终于忍不住要出来了吗？沐尘，今日之事，你得给我们西院一个交代。交代？明明是西院无故打伤我们东院的人，我看应该是你给我一个交代才对。不过是凭运气获得了灵路资格，都被踢出来了，你凭什么嚣张？是不是运气？你来试试便知晓了。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哼，沐尘，今日我得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是。沐尘，都给我住手！牧师，学院中若要切磋，可去比武台。在修炼之地乱来，你们是想受罚？牧师，不是我不想去比武台，只怕是有人不敢啊。只是觉得打狗脏手而已。你嘴硬，够了！10日之后便是院士，到时候没人会阻拦你们。谁若是获得院士第一，未来对他进入武大院也会有好处。所以，都把力气放到院士上去。我会在武大院等你。牧师所言在理。沐尘，你总不能院士时还做缩头乌龟吧？好吧，看来院士时只能带根打狗棍了。你给我等着！哼！沐尘，我去把他揍一顿得了。你答应他的院士挑战干嘛？你还没修炼灵诀，会吃亏的。没事，我自有办法。狱主，这柳玉近期在我们沐浴边陲造成多起伤亡，若不以牙还牙，他们还真把我们当软柿子捏了。唉，还不是时候。可是，好了，当年柳玉老祖柳京山横扫整个北陵境，柳家差一点就成了北陵之主。我们的实力还是弱于柳玉啊。可现在的柳玉之主柳晴天和您一样，都是神魄境。好了，周兄，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嗨，不聊这些了。倒是沐尘那小子，还没回来吗？小沐从灵路回来后，就一直在北陵院拼命修炼。狱主，他不会……没事，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相信我儿子。老爹，周叔。我回来了。又长高了。你爹刚才还在念叨你呢。怎么样，小沐？最近在北陵院修炼的如何？你小子已经灵动境初期了。好。爹，几日后的院试，我已答应了柳阳的约战。若是没修炼灵诀，恐怕会有些麻烦。柳阳，那个柳玉的二公子。正是。哼，这柳家没一个好玩意儿。小沐，你答应他做甚？北陵院一向中立，从不管九域之事。难道柳晴天他想要借机？罢了，当务之急还是我先带你去选灵诀吧。周兄，近期整个沐浴
加强防备。是，余主。走，老爹带你去灵爵室。你老爹的存货全都在这儿了，随便选吧。这灵爵呀，分为攻法灵爵、攻击灵爵、防御灵爵等等，而这些灵爵又分为神级、灵级、凡级3等，每一等呢又分为上、中、下3品。炎龙法，竟然是0级下品的灵爵。你小子眼光倒是好，这卷灵爵可是你老爹拼了性命才拿到的。我所修炼的便是这炎龙法，这还是我当年获得龙岩雕精魄时所得。晨儿，大浮屠诀。晨儿，老爹，这是？这部灵诀连品级也没有，你选其他的吧。我总感觉，若是不选择它，我会后悔的。你真的要选择它？我就选它。静，真不愧是你的儿子。娘，老爹，这灵诀到底什么来路？这是你娘留给你的，不过她也说过，你若没选择它，那就让这灵诀一直尘封下去。娘，应该还在吧？她在哪儿？你娘的事情很复杂，现在告诉你反而是害了你。娘的离开，是不是跟我有关？你一直是她最牵挂的人，为了你，她可以放弃一切。是爹没用，没能让你娘守护在你身边。爹，你也很想娘吧？是啊。老爹，终有一天我会找到娘，让我们一家团聚，谁也阻拦不了。你既然选择了大浮屠诀，那便好好修炼。你娘留下的灵诀绝非凡品，等你修炼到某个层次后，也许你便会知晓一切。以身化浮屠，正灵之大道。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凝练出了第一丝灵力。这丝灵力怎么如此霸道？这个世界，唯有不惧任何困难，才能强大自身。我一定要做到对爹和洛离的承诺。爹怎么把这破灵珠给了我？大哥，难道在爹眼中我就这般无用？区区一个牧尘，还不至于用上能重伤灵轮境强者的破灵珠。不过明日的比试，虚应。
要让整个北灵境知道，我们柳家才是北灵境之主。是，大哥。至于这破灵珠，全当留作最后的手段吧。沐尘。原来这大浮屠诀分为筑基、凝形以及化塔3重境界。虽然还只是摸到一点筑基的门槛，但已经能感受到这灵力的霸道了。不愧是娘留下的灵诀。好，老爹，周叔。看来小木这几日是修炼有成啊。明日便要回北陵院了吧？若是你能通过这次院试的话，应该就能进入北陵院天界。到时候你就有资格争夺5大院的名额了。放心吧，老爹，那名额我要定了。好，有魄力，以小木的能力，定能如愿以偿。不过，单靠灵气击碎石头还远远不够。小子，要不要和我过过招？在实战中，方能体会灵诀的作用。老爹，别开玩笑了，你可是神魄境强者，我区灵动境，这不是找虐吗？我自然不会亲自出手。让龙岩雕对付你就够了。我将他的力量压制在灵动境初期，只要你能挺过他3招，那与柳阳之战，定获胜无悬念。3招嘛，好，老爹，你可别手下留情了。小木，那你可要小心了。那就开始吧。居然这么快！算你这臭小子挺过一招。第2招，不愧是神魄境的灵兽精魄，就算实力压制在灵动境初期，也绝不能小觑。玉主，没必要把小木逼到这份上吧？生死之间，敌人可不会留手。这第3招的时间未免太长了吧？地愈发浑厚了，果然是遇强则强。我就直接来试试突破这筑基的门槛吧。3招已到，回来吧。小木这是？无妨，应该是在刚才的战斗中有所领悟。快了吧？应该快了吧？呀，沐尘竟然不在啊？难道他怕了？也对啊。毕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输给我，实在太过丢人了。这家伙，沐尘这小子怎么还没到？院试都快开始了。你看谁来了？是柳慕白，没想到他也来了。他是来为柳阳打气加油的吧？真是风度翩翩，不愧是我男神。
萧院长来了。萧院长。萧院长。规矩你们都已知晓，上台者皆有一次挑战对手的机会，不过仅有一次，须得量力而行，挑选合适的对手。同院之间比试切磋，不得伤人性命，切记。时辰已到，院试开始。终于要开始了！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开始了！这小子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真是急死人了！好吧，我先来吧。柳阳这么急着就出手了，沐尘呢？我挑战沐尘。是沐尘，对啊，沐尘呢？不知道啊。这要是不应战，就算输了呀。江儿学姐，我先去会会他。谭青山，柳阳，想挑战沐尘，先打赢我再说。啊！这愣头青想什么呢？他怎么可能是柳阳的对手？东院这是没人了吗？这是什么歪瓜裂枣都来挑战我啊！歪瓜裂枣，看清楚！灵动镜，谭青山竟然也进入灵动镜，灵动镜，没想到谭青山也是灵动镜啊！难怪有这胆识，原来是突破到灵动境了。出手吧，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好不容易进入灵动境，还是赢不了吗？不管，拼了！三月拳！谭青山竟然已经能和柳阳不分上下了。是啊，看来我们东院的实力已经不比西院弱了。以为这样就能赢吗？你还往哪里躲？是很嚣张吗？来啊！哼，这谭青山灵动境了，不还是打不过？那当然，柳阳可是地界第一人。刚到灵动境就敢挑战我，不自量力的东西！不可到之前，我绝不能倒下。服不服？要服你也配？什么？不行，不能再打了，青山！就只有这种程度吗？都赢了还打？还动手啊！宁死不屈，好好享受我这烈焰的折磨吧！你的对手是我。缩头乌龟，你终于敢出来了。没事吧？没事。你刚进入灵动境就能跟他拼成这样，已经很强了。再修炼一阵，要赶上他并不难。这家伙先交给你，以后会亲手打败他的。嗯，先去休息吧。帮我们东院把地界第一拿回来。本场柳阳胜，柳阳不愧是地界第一。下一场
牧尘对战柳阳。牧尘加油！木哥加油！冲啊！只要打败你，把你踩在脚下，千儿姐就会明白，她真正应该关注的人是我。可惜，你应该没有这个实力。这牧尘也不过就是个灵动境初期。对呀，柳阳都灵动境中期了，这牧尘还是白给。红灵，你看这两人，谁胜面更大？他们两个都是灵动境，父亲又都是一域之主，修炼的灵诀应该都不会差。不过柳阳的修为已经达到灵动境中期，而牧尘不过灵动境初期，应该会吃不少亏吧。柳阳实力不错，牧尘若败在他手中，也不远。就你，跟我拼灵力！牧尘就这点本事吗？真让人好奇，他是怎么获得领路资格的？要是他连柳阳都战不过，那灵路的选拔就让人有些失望了。还在为灵路之事耿耿于怀呀？这有什么的？就算你没有获得灵路资格，你们柳域不也还是北灵境最强？如果我获得灵路资格，说不定你们红域现在已经跟我们柳域全面合作。比赛还没结束呢，说这些干嘛？我们还是看看，到底是柳阳强，还是牧尘强？我看你还能撑多久！不愧是在灵路历练过的小家伙呀！牧尘的眼力很毒辣，总能一眼看出柳阳攻势中的破绽。心想，不蓄以身经百战之人。话是如此，不过牧尘灵力弱于柳阳，时间一长，只要柳阳聚集力量来个重击，牧尘必定抵挡不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狗毛毛能有什么用？柳阳竟然被打中了！怎么会？竟然处于了下风！你很好，是逼我的。那是柳家的绝学炎阳掌啊！听说那可是出名的难练呢，柳阳竟然把他给练成了。是啊，看来这柳阳的修炼天赋果然了得。尝尝真正的灵诀吧，炎阳掌！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再来！不愧是炎阳掌，你就投降吧，牧尘！牧尘，刚才这点开胃小菜就扛不住了吗？再来试试看这个！牧尘，不要勉强！这么大，这能挡得住吗？这记炎阳掌一出，柳玉就赢了。看来得试试大浮屠诀的威力了。
这资格？灵动境中期。什么？牧尘有灵动境中期了？他不是才灵动境初期吗？怎么这么快就晋升了？这小子还真有些能耐，这下鹿死谁手就难说了。木哥好样的！知道了，木哥是个血是灵鹿的人，这不就是不一样？我看啊，胜负还是难料呢。灵动境中期了吗？那又怎么样？我这可是灵级灵诀，看你怎么接！来吧！你挡不住的！木哥加油！木哥加油！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还真是让人意外呢。不用再打了吧？柳阳竟然输了，怎么可能？赢了，牧尘赢了！赢了，木哥赢了！木哥好样的！这些第一是我们都认得。看戏院他们以后还敢嚣张？就是，不客气，早就知道柳阳又想干什么？哎，那是什么？蠢货，现在可不是时候！好强的灵力波动，不管是什么，都不能让他出手。要宰了你！你在干什么？你今天必须死！还给我！别动！你干什么？大哥，得把东西抢回来！牧尘学弟，柳阳不懂事，冲动起来没轻没重的，还请看在我的薄面上，把东西还给他吧。这东西都能拿出来，真不愧是柳玉小公子啊！如果这东西炸在你们身上，滋味应该也不好受吧？想必牧尘学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将柳玉和沐玉的友谊置之不顾吧？哼，友谊？刚才那是什么东西？你竟敢在比试中用破灵珠！什么破灵珠？破灵珠了吗？竟然是破灵珠！这破灵珠可是破坏力极大的灵气啊！是啊，这要是炸了，连灵论境的强者也要受到重创吧？这种危险，这种就是太不要脸了，输不起，这太卑鄙了！怎么回事？院长，柳阳一时冲动，不过好在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还请见谅。柳学长的意思是，一定要我被这破灵珠打成重伤，才能追究柳阳责任吗？哦，牧尘学弟误会了，我只是庆幸柳阳没有闯出什么祸而已。不管有没有闯祸，北陵院都有北陵院的规矩，他违反了规矩，就得按规矩处理。莫师，此事按规矩该如何处置？按律，柳阳将会被剥夺进入天界的资格。什么？哥，是。这样的话，
柳阳就失去争夺5大院名额的资格了。我们北陵院有资格争夺5大院名额的人本来就少，要是再少一个，那几率更渺小了。而且如此处置，柳阳的父亲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我们犯不着与北陵境第1大狱交恶呀。不过牧神的父亲也是一狱之主，这事若放下，怕沐浴也有怨气。好了，此乃我北陵院之事，不必在意柳玉、沐浴的想法。做这么危险的事，应该重罚才对。柳阳这是要被罚，就可惜了。就是呀，这下麻烦了。牧尘，你看此事。院长，此事是柳阳莽撞，不过我也确实没伤到什么。哦。这样吧，这破灵珠就当做是柳阳赔罪之物，我也不跟他计较了。什么？你想得美！你这……既然牧尘学弟看上这破灵珠，那便送给你吧。这家伙能屈能伸，看来确实比柳阳麻烦一点。柳学长如此慷慨，那我便不客气了。既然牧尘主动谅解，那此事便放下吧。以后再出现这种事，绝不轻饶。多谢院长。多谢牧尘学弟宽宏大量。哦，以后你也是天界学员了，希望有机会多交流一下。柳学长，好说。以后这天界怕是要热闹了。好了，比试继续。离5大院终于又近了半步。灵路中那些没有了结的恩怨，就到5大院来解决吧。本次院试结束，现在我宣布，牧尘、盘青山、柳阳等几位进入灵动境的地界学员，正式升入天界。见过三爷。情况如何？回禀三爷，可以确定，血毒就躲在北陵之原里。很好，走。千儿姐，快点！一大早的，你拉我来灵觉室干嘛？一会儿再告诉你。2个月前，我随牧师去了2楼，发现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灵诀。当时我特别想借出去修炼，但牧师说这灵诀得是天界老生才能借，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算是老生？所以千儿姐，你就帮我借一下吧。什么灵诀啊？让你这么心心念念？这里不都是些普通的灵诀吗？在这儿呢。就是这个。这颜色，这可是危险性灵诀森罗死印，这你也敢修炼？之前有2位天界学员就因为修炼了它，差点变成了废人。此事我也听说过，修炼这灵诀确实需要霸道的灵力。那2位学长就是因为灵力不够霸道才失败的。不过我的灵力刚好很霸道，我想我可以试试。不行，学院规定了，至少得在天界待半年以上的老学员才能翻阅这种危险性灵诀，就是为了安全起见，我才不会帮你做这种危险的事。千儿姐，你就帮我借吧，我一定会小心修炼，而且我有把握不会出事的。千儿姐。嗨，牧尘，好久不见。哎，千儿，你也在这儿啊？你好，红灵学姐。怎么，想借阅这部灵诀，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帮牧尘借。真的不需要我帮忙？不麻烦红灵学姐了，有千儿姐帮忙就够了。这样啊，
那我就不打扰了。哼，红玉的人个个都是墙头草，他那玉主母亲就喜欢在柳玉和沐玉之间两边下注，他也想左右逢源，跟柳慕白走得那么近，又来跟你示好，哼，偏不让他如愿。倩儿姐，你可要说到做到。我可以帮你借，但你要答应我啊，不能独自修炼这灵诀，太危险了，必须在我盯着的时候才能修炼。听倩儿姐的。还有半个月之后的北灵之源修行，你得跟我组队。我们要在那个灵兽横行的北灵之源修行。我们天界学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那边历练修行，修行时学员可以自由组队，最后会按照击杀灵兽的数量和等级排名给予奖励，前3的队伍将得到运灵丹。运灵丹，那种能帮助冲击灵动境后期的灵丹。对，不过到时候天界学员基本都会参加，竞争非常大，所以我才提前拉上你。倩儿姐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把运灵丹拿到。好了好了，知道你长本事了，走吧，我帮你借灵诀去。借出来了。我马上去修炼看看。哎，忘了，修炼这灵诀必须有我盯着，你不能独自修炼。好吧，那我们找个地方去修炼吧。修炼这种灵诀，还是得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会安全点。有了，啊！好浓厚的天地灵气。这是我们北灵院的修炼重地，3级聚灵阵。这座灵阵只有天界学院才能进入，是北灵院花了巨大代价从5大院请来的灵阵师布置的，也是整个北灵境唯一的一座3级聚灵阵。这里灵力生成的速度远比外面快许多，你在这里修炼森罗死印，危险应该会少许多。走，我们去核心区，那儿灵气最浓厚，修炼益处也最大。哎，哟，莫岭，难得看到你也来这儿修炼，怎么今天不出去打灵兽啦？哼，倩儿你就别取笑我了，这不是偶尔也得回来正儿八经修炼一下吗？那小子谁呀？跟倩儿这般亲近？他就是那个打败了柳阳，以地界第1升入天界的牧尘。哦，原来是那个被灵鹿踢出来的天才啊！那人是谁？那家伙叫罗统，没事少去招惹他。为何？他18岁了还没进入灵轮境，已经失去了进入5大院的资格，没了目标也就破罐子破摔了，经常惹是生非。你看他到这聚灵阵也不好好修炼，玩一般。这种人谁惹谁一身腥。那就不管他，还是赶快让我修炼森罗死印吧。再说一遍啊，修炼时发现不对劲，一定要立刻停下来。怎么样，能够领悟吗？不愧是危险性灵诀，修炼信息真够庞杂的。不过我领悟的差不多了，试试看吧。有着灵阵相助，灵力增长确实快许多。看样子挺顺利的，应该不会有事。
那小子在搞什么鬼？看来这沐尘学弟不简单呢。怎么回事？沐尘，你没事吧？不对劲，这灵气的吸收速度怎么突然变快这么多？不对，肯定是出事了。难道是森罗死因失控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吸收天地灵气？快停止修炼！没错，必须停下。怎么还在吸收？停不下来。糟了，再这样下去，森罗死因会反噬沐尘经脉的。看来有个天才要毁了。这样下去恐怕我们需要去叫末世吗？别急，我看沐尘还未到极限呢。给我停下！幸好大浮屠诀及时压制住了森罗死因的反噬，不然今天真要彻底失控。沐尘，沐尘，你没事吧？你成功了，只能算初步成功，还真多亏这聚灵阵，不然没有这么快。灵气怎么少了这么多？一个刚进入天界的人，也敢来这核心区放肆？刘统，你说什么呢？倩儿，你应该知道这聚灵阵的规矩。核心区可不是新人可以来的，就算是获得灵禄资格的天才，也不能破了这规矩。哼，这套规矩还不是你们用来欺负新人的。沐尘既然是天界学员，就可以来这里修炼。他真要在这里修炼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有那个资格才行。哼，什么资格？很简单，打败一个老生，比如我。沐尘，我们走，别理这老油子，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刘统，你别太过分了。倩儿说我找茬，那我就找茬吧。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位只会躲在女人后面的天才，凭什么被灵禄选中呢？我看你是想要找抽吧？唉，我不跟女人动手，但这位大天才，我今天非跟他切磋不可。除非他自己跪下来认个输，发誓半年内不再进这聚灵阵。虽然我不想出风头，可也不能这样任人欺压，否则以后在这天界就不得安生了。罗统学长，我刚修炼了一部灵诀，正想找人试试威力，还望赐教。沐尘学弟有这要求，学长我自然要答应。沐尘，别乱来，这家伙怎么说也是灵东京后期的实力，更何况你刚刚强行压制了森罗死印的反噬，体力怕也时不足矣。倩儿姐，放心吧，我有分寸。这小子疯了。对啊，一个愣头青，居然把老生的挑战当真。不愧是获得灵禄资格的人，这沐尘还真有胆气。来吧！呀！
有点能耐嘛。但不管如何，你我之间都有等级之差，我压都能压死你。大罗进爵，小心，那是罗玉看家领爵。 招决胜负！认输吧，小子！凭你现在的体力，不可能赢得了我。干掉他，罗统，让他看看新生和老生的差距。是吗？哪怕是这样的我，也足以击败你。起来！ 牧尘，好样的！罗统学长，承让了。牧尘刚才那一击还真够强的。是啊，就那威力，我看都能与柳木白抗衡了。看来日后争夺5大院名额有好戏了。这3罗死印的威力，恐怕不止凡击上面。 就是对灵力的消耗太大了。牧尘学弟，久仰大名了。莫灵，你干嘛？哎，倩儿别误会，我只是对牧尘学弟的修为甚为佩服，想和牧尘学弟结识一下而已。莫令学长客气了，牧尘幸会。哎，马上就要开始北陵之源修行了，不知牧尘学弟可有组队人员了？我已经和倩儿姐组队了。哦。 那就太可惜了，我狩猎可是有2下子的。莫灵，你少打我们家牧尘的主意。哎呀，不是，他早就被我定下了。就是这么问问嘛，对不对？听见没有？二姐，3罗死印。北陵之源坐落在北陵境西北方向，里面布满重重危机，也带来了各种机缘。冒险者们前赴后继来此探险，有些人获得机缘一步登天，更多的却埋葬在了风雪之下。北陵之源深处生活着灵伦境实力的中级灵兽，以及堪比神魄境强者的高级灵兽，所以。 这次修行只需要在外围行动，2人一组，联手猎杀低级灵兽，获取精魄，最后根据收取的灵兽精魄数量来判断成绩。排名前3的小队，每人能获得1枚运灵丹。低级灵兽也是灵动境实力，不好对付吧？哎，怕什么？条件吧，不过就是些低级灵兽而已。前3哦，有信心吗？对。 倩儿姐放心，运灵丹一定有我们一份。以你们现在的实力，若想在此次狩猎中取得好成绩，需要与同伴好好合作，因为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望诸位小心行动。同学们，北陵之源修行正式开始，祝大家好运！倩儿。 你们可别输给我们呀！哼，就凭你们，柳木白才是我们最大的对手。柳木白可是北陵院第1，我这灵动境后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狩猎比的可不只是实力境界，再说，只要能够进前3就够了。哈哈，就此别过，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哦。先下手为强，抓紧时间再往深处去，避开其他人。 1人1只，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上！你左我右，分散开。不是低级灵兽而已，速度还挺快。
太厚了吧？他身上一定有弱点。找到了。 肉厚，这怎么打？攻击他的脖子！脖子！千儿姐果然厉害，一刀就结果了这只灵兽。沐尘，刚才谢了啊。你怎么知道他要害位置的？冷静观察，自然就知道了。多猎杀几次，你也能做到。 灵兽精魄，走吧，继续前进，修行才刚刚开始呢。嗯。果然如末世所言，凝聚第二道死因，并非易事。牧尘，要想凝聚出第二道死因，绝非易事。森罗死印的厉害之处，便是能在修炼出多种死印后进行效果叠加，那样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实力。可我以神魄境实力修炼第三道死印时，便遭到了更强的反噬，受到了重创。牧尘，死印虽强，却要量力而行，莫要急于凝聚第二道死印，以免出现意外。谋定而后动，娘留下的大浮屠诀如此霸道，定能引导森罗死印的修炼。千儿姐去哪儿了？刚才专注修炼，竟没发现。 抱歉，下手这么重，玲珑回来后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神神叨叨的。沐尘，我只是担心你。在灵路中，要是有人对我做出你刚才的事，那可能已经被我杀了。因为我不这样做。 被杀的，就有可能是我。那灵路听起来，好像很可怕的样子。在那里，人人都是竞争对手，信任可是一种很稀罕的东西。不过，若是真的能够遇见的话，那会让你一辈子珍惜。 在灵路里面，这样把后背交给他人，可是大忌。况且你之前还想追杀我，那你会吗？不会，你是我的朋友。沐尘，世上人心似海，魑魅魍魉。可你若是相信我，我会为你挡下一切来自背后的冷箭。只要你不伤我。 我便保护你，不论是在灵路，还是在大千世界。
果然被你说中了，夜晚才是低级灵兽活动的高峰啊！加上这2颗精魄，我们第1天便收获了10颗精魄，第1是我们的啦！今晚好好休息吧。北陵之源深处的高级灵兽，怎么跑到外围来了？只是头右手，实力并不强。不过有了他的精魄，谁还敢跟我争第一？红灵，你出去吸引只头右手，我再趁其不备将他击杀。我的实力会让这畜生感到威胁，反而会打草惊蛇。不过你若不愿意，那就算了。好，我去。铃木白，快动手啊！是谁？好强的气息！不，越来越近！可恶！送上门的补品。快跟上！阴魂不散的家伙！刚才那人是谁？竟有半步神魄境的实力。是啊，半步神魄境的强者，吓得你危机关头掉头先躲。这样的强者，你我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若真被发现，我拼死也会拖着对方，给你争取到逃走的机会。那红绫便代表红玉，谢谢柳大公子啦。嗯，快！就在前面！三叔，您怎么在这儿？木牌，原来你们在此历练。刚才可曾遇见血屠那狗贼？血屠？刚才那凶神恶煞之人是血屠？你们果然遇上了。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多亏三叔及时追来，侄儿无碍。三叔这是在追杀他？哼，这狗贼盗了我们柳域一批重要的东西，我奉大哥之命前来捉拿。木白，你可看见他往哪儿跑了？那边，三叔，我们与您一起去捉拿此人。那修行怎么办？这位便是红玉玉主的爱女吧？放心，我定会好生照顾你的。有我三叔在，我们赢定了，放心。多谢柳三爷。血屠太过狡诈，我们兵分几路，记住，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抓住他。是。牧尘，快点，今天我们也要满载而归。
一击毙命。奇怪，明明是生活在北陵之原深处的高级灵兽，怎么跑到外围来了？这虽是幼兽，但要将它一击毙命，恐怕只有灵论境后期甚至神魄境的强者才能做到。那强者不会还在这里吧？早就走了。哎，这是什么？高级灵兽的血液，可是宝贝。我们去那边看看。我们是北陵院前来此地修行的学生，若有得罪之处，还请诸位见谅。北陵院，大肥羊哦。你们到底是谁？想怎么样？哼，把你们所有的灵兽精魄交出来吧！随我们修行的2位导师就在附近，他们可是神魄境强者。北陵院的导师有没有说过，遇见抢劫也是修行的一种哦？到底交不交？快点，别磨叽！你们好，我们愿意交出灵兽精魄。你们也要守诺，放我们离开。真是识相的乖孩子。梦岭学长，他们每个至少都是灵动境后期的实力，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哼，这位小兄弟说的对，快交吧。我可不怕你们。还挺有骨气。那老子就陪你玩玩。谁？啊！小子，你什么人？木哥，你们都没事吧？哟，又送上门2头小肥羊。木哥，他们打劫。没事，我都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人欺负几个学员，也不怕被人笑话。大千世界，谁强谁有理，只怪你们运气不好。把所有精魄都交出来哦！我就1颗精魄，那就给你们吧。沐晨，嘿嘿，算你识相。小子，找死！抱歉，突然又不想给了。灵动境后期。沐晨，啊，1对1才公平哦。这小子实力不错，仅仅是灵动境中期的实力，却看穿了林中的每一次出手，还能在林中力竭瞬间再抓住机会反击。看似节节败退，却让林中打得憋屈。不过，林中该动用他的杀手锏了。小子，这招！雷暴拳！森罗死印！林中，快过去帮他！走。1对1才公平。你们别过来！小子，你引起了我的兴趣。你叫什么？我劝你最好也别动。破
灵珠！哇，竟然能拿出可以重伤灵轮境强者的破灵珠！你们北陵院的学员还真是财大气粗呢。那对付你们，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只要你们就此离开，我不仅不会使用破灵珠，还会放了你的这位同伴。好，你先放了灵珠。不行，万一他们反悔怎么办？暴雷小队可没有背信弃义之人。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想到北陵院还真有能打的人，长相也如此对我胃口。小子，本姑娘看上你了，嫁给我怎么样？队长，你疯了！你胡说什么？老爹说过，遇到好男人绝不能放过，抓到山寨当相公。抱歉，我们先行告辞，快走。喂，等一下。有没有兴趣与我合作呢？好像跟丢了，我们还是先去通知柳明大人吧。血图。让柳明的老混蛋给你们收尸吧。哼，神神秘秘，有什么好聊的？好了，雷音队长，说正事吧。真是个木头。好吧，好吧，说正事。前2天，我们在靠近北陵之源的一处雪谷发现了宝贝，那宝贝可不简单。可不是谁都能找得到的。那是一棵玉灵树，树上恐怕已经结出了成熟的玉灵果。成熟的玉灵果，上钩了。玉灵果蕴含着温润灵力，若能借其灵力，极有可能助我修炼出第2道森罗死印。恐怕玉灵树下早已有守护的灵兽吧？没错，那里天灵地闭，无数生灵埋骨于此。哎，有说有笑的，牧尘该不会真要入赘吧？入赘？看我这做姐的答不答应？一般兵刃根本无法上及其身，守护玉灵树的那头终极灵兽冰灵元王，恐怕已经达到灵轮境后期的实力，还拥有指挥其他冰灵元的灵智。所以，你是想用我这破灵珠来制服冰灵元王？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果然冰雪聪明。破灵珠虽能重伤冰灵元王，但无法将其击杀，更别提还有其他冰灵元。你只要能重伤冰灵元王，剩下的就交给我。破灵珠可价值不菲，我得好好盘算一下。既然如此，那我们再讨论下报酬。毕竟破灵珠可是有钱也弄不到的。要不你从了我，一家人也就不用分彼此了。姑娘，别开玩笑了。好吧，那你要多少？3成。这个价格应该不算离谱。我知道主力还是你们暴雷小队，所以大头都给了你们。喂，你可真黑心！算了，3成就3成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啦。我带几个同伴一起去，没问题吧？当然。雷音这人虽不错，可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大，真要带他们去啊？
难道你有办法对付冰灵元王？可是……好啦，不就输给了牧尘而已，不算丢脸。我的预感告诉我，这小子在将来会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要去，我也要去。莫哥，我虽然还没到灵动境中期，可也能给你们打下手。雪谷紧靠北灵之源深处，以你灵动境初期的实力跟过去，太过危险。而且还需要你跟莫师报备一声。放心吧，我一定尽快回营地。害怕我们黑吃黑坑了你们不成？我们动身吧。报，又一支追踪小队被血屠灭口。传令下去，其他几支追踪小队继续搜索。一旦发现血屠行踪，立刻留下记号。是。该我们出马了，绝不能让血屠这狗贼逃了。慕白定当全力以赴。走。雷音，这几头冰灵猿虽然能对付，可万一惊动了洞穴内的冰灵猿王，连征，看你的了。嘿嘿，迷魂珠散发的迷烟足够让这些冰灵猿睡个好觉。大家掩上嘴鼻，尽量屏息。干得漂亮，回去后领赏。我们走。别看雷音平时嘻嘻哈哈的，御下手段确实高明啊。我们跟上。你们先上，我来殿后。御灵树就在洞穴的最深处，动作快点。这迷魂珠的催眠时间持续不了太久。别乱来！晴儿姐，没事吧？没事。厉害！这头冰灵猿连迷魂珠都迷不倒，怕是有灵动境后期的实力，竟让你一刀就接过了。要不是他受到迷魂珠的影响，我也没这么容易得手。不管怎么样，有你这身手，我对弄到玉灵果更有信心了。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冰灵猿还会被迷倒多久，最好有人留下来监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要醒过来，立刻通知我们撤退，免得被他们断了后路。有道理，你们两个就守在这里，如果发现冰灵猿有苏醒迹象，马上通知我们。是。血屠狗贼，你跑不掉的！
跟了我这么久，你们不嫌累吗？这地方不错，你们就在这里歇歇吧。学徒，我们已经把你的行踪汇报给三爷了，快束手就擒！哦，这么说，我得麻利点喽。你别乱来！哼！给他毙了！该死！得想办法甩掉他们。就算柳玉的人都是属狗的，这下也要被我牵着狗鼻子走。这里离那雪谷不远了，赶快过去把玉灵果弄到手，治好这该死的伤，就可以远走高飞了。终极灵兽，没想到迷魂珠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还让他更暴躁了。要不咱们还是撤吧，被他发现了，咱们谁也逃不掉。沐尘，你怎么看？你们甘心就这么放弃吗？当然不甘心，哪有进宝山空手回的道理？报，发现追踪记号，想必那狗贼正往北陵之原深处逃窜。北陵之原深处，那里有众多堪比神魄境强者的高级灵兽，进去了可谓是9死1伤。哼，这血屠还真够狡猾的。他以为进了北陵之原深处，我们就会知难而退吗？哼，没错，就算那狗贼躲到什么高级灵兽洞穴里，我们也要把他救出来。追！是。要从这大家伙手中拿到玉灵果，我们得分工一下。雷音、林舟、莫岭，你们把他从玉灵果树下引开，我会伺机用破灵珠对付他。千儿姐，注意隐蔽，时机一到，立刻去摘玉灵果。我们尽量速战速决，如果情况不对就立刻撤。破灵珠，我就当白扔了。动手！林珠，拖住他！好，莫岭、玉慧上去。李宝全，傻大个，看哪里呢？雷刀绞杀！疼不疼？傻大个，来抓我们！这家伙没想象的那么蠢吗？看来打死都不挪窝。千儿姐，隐蔽迂回上去。看来是调不出来了，一起上，一定要破他的防。
就是现在！快闪开！成功了！多别大意，盯住他。切尔姐，这都能扛住。要醒了，你快去通知队长，马上撤。这家伙的气息应该达到终极灵兽顶峰了。看来没少吃玉灵多，这实力可是堪比灵伦境后期的强者了。再怎么样，他也受了伤，我们再搏一把，为千儿姐争取点时间。哎！千儿姐，喂，蠢猴子，这边！海呀，来追我！抓紧了！终于拿到了，沐晨，得手了！啊！千儿姐，快跑！畜生，给我停下！跟你拼了！大无头诀！队长，外头的兵灵员都被云王吵醒了，快走啊，不然就来不及了！沐晨，快撤！有这冰灵元王在，我们跑不掉的。冰灵元王最在意的是这玉灵果，我引开他，你们赶快走。我来，你们走。不行，这太危险了！嘿，大家伙，看这个，想要？来追我呀！
沐尘，雷音，把千阳姐和莫岭水长活着带回去，不然我绝不放过你。快走！走。沐尘，快上回去！ 玉灵果是不会罢休了，想办法甩掉他才行。前面就是北陵之原深处，应该有不少能匹敌冰灵元王的高级灵兽。看样子是进入某种高级灵兽的地盘了吧？那应该就是高级灵兽的洞穴，先进去。 怎么这么安静？啊！瞧这畜生害怕的样子。 这洞里的灵兽等级肯定很高。高级灵兽，神魄境势力。那头小银角龙豹，不会是他的幼崽吧？不管怎么样，哥们儿，你完蛋了。 为了这，差点把小命丢了。嘿嘿，玉灵果。
小子，警觉性很高嘛。那头小银角龙豹尸体上的伤，是他这爪子留下的。哼，给你10秒，将玉灵果交出来，放你一条生路。这家伙的实力比冰灵元王还强。想要他是吧？给你。恢复伤势的好东西，少蒙我！我知道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颗，剩下的全部交出来。行，都交给你。哼，恕不奉陪。小子，你敢耍我？你逃得了吗？你！老子先跟你玩玩，别怕哟！小子，继续跑啊！不用了，接下来该你逃了。你什么意思？哼，你应该知道这里住了一头银角龙豹吧？哼，当然了，刚才那畜生离开后我才进来的。你以为我会像他一样被杀了吗？嘿嘿嘿。以我的实力，只要我不主动招惹，那畜生还不至于跟我拼命。但你却逃不掉，得成为他的口粮。乖乖把玉灵果交出来，我带你离开这里，或许还来得及。谁说他不会和你拼命？你闻闻你身上的味道。难道你忘了自己曾经杀过一只小龙豹吗？龙豹老大，这次又要你给我当一回枪了。竟然被这小子阴了！我跟你拼了！死吧！这家伙命丧于银角龙豹，也算是报应。差点被这混蛋要了小命，怎么也得从这家伙身上找点补偿。这是芥子镯，居然带着这种储物灵器，看看里头藏了什么宝贝。哼，这家伙的收藏可真不少。其他东西都会对灵力有反应，这玩意儿怎么毫无动静？
这是什么灵兽？光一个图文就让人感到震慑，莫非是天阶灵兽不成？恐怕还得回去让老爹看看才知道。赶快去跟千儿姐他们会合。看这脚印，血图伤势极重，他逃不了多远。我们马上追，很快就能抓到那狗贼。要是这样做，就中了血图的诡计了。慕白，这话何意？三叔，看那是什么？好像是脚尖点过的痕迹。如果我猜的没错，那才是血图离开时留下的痕迹。至于这些血脚印，不过是障眼法，目的是让我们以为他受伤很重，把我们引入歧途而已。哼，这狗贼，差点让他牵着鼻子走了！快追，一定要抓住那狗贼，把那些东西追回来！怎么样，有铜片吗？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能？要么是被他藏起来了，要么是被人捷足先登了。是被人截胡了。这似乎是森罗死印的痕迹。森罗死印？听说牧尘之前和西院的罗统交手，用的就是森罗死印。千儿姐，你们要撑住啊！怎么还有那么多？大家都快到极限了，我们冲出去！林中，雷暴拳！难道今日都要折在这里？抱歉，我来晚了。我们活了，活下来了！幸好你来得及时，你怎么搞到这濒临元王精魄的？你把他干掉了？只是运气好罢了。此地不宜久留，收了精魄，我们快离开。沐尘，你身边这几位
好像不是北陵院的吧？偶遇的一些朋友而已。我们还要狩猎，告辞。哈哈，别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叔，也是柳玉的三当家。我三叔这次来北陵支援，是为了追捕盗走柳玉重宝的血徒，但我们只找到了血徒那恶徒的尸体，他从我们柳玉盗走的宝贝却不见了。哼，你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血徒生前和人动过手，那人还在血徒身上留下了森罗死印的印记。牧尘，在这北陵支援能使用森罗死印的，恐怕就你了。我是遇上了你们说的那个人，他要抢我的战利品，不过后来他被银角龙豹缠上了，估计凶多吉少了吧。那血徒身上的东西是被你拿了？我趁他们打起来就跑了，他们是什么实力啊？我跑都来不及，还敢拿他们东西？如果真拿了东西也没事儿，只要交给我，必有重谢。我还会亲自上木鱼道谢。我可没拿你们柳玉的东西，那是我的战利品，并不属于你们柳玉。哼，是吗？那我就搜一搜。柳明，你要干什么？末世，神破境强者，该死！啊，原来是末世，误会误会，是牧尘捡了我们柳玉遗失的东西，我向他讨要而已。哼，谁捡了你们的东西啊？你要找东西，就问那个什么血徒去啊！就这牧尘什么意思？血徒，你们竟敢将如此凶徒引入我北陵院修行之地，你们柳玉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不要打搅北陵院的修行。末世，今日之事，柳玉记下了。东西你想要就留着吧，不过小心别被撑死了。你留下来盯着那个小子，东西一定被他拿走了。玉莲果的分配我很满意，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真不考虑一下入赘我九龙寨？喂，女土匪，你又犯病了！后会有期啦！莫哥，这枚玉莲果我受之有愧。若不是你及时通知末世，恐怕那位柳三爷不会善罢甘休。再说，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有收获。另外，我还想请你帮我做件事。啊？修行正式结束，每个小队都将你们收获的灵兽精魄拿出来，以此评判成绩。开始吧。柳阳小队，12颗低级中期灵兽精魄，6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没想到柳阳他们这么厉害，这么多精魄，恐怕这次要被柳阳小队赢了。哼，我们赢定了。35颗低级中期灵兽精魄，15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哇，看见没？整整50颗灵兽精魄，这数量可了不得啊！别光看数量，咱还要看质量。15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乖乖，唐青儿和牧尘碾压四方啊！哎，第1名估计就是他们了。就这些了？当然不止这些了。切，什么？竟然还有3年都还有什么好东西？真没想到。这
这便是牧尘独自斩获的冰灵元王精魄，真正的终极后期灵兽精魄。唐千儿和牧尘小队收获终极后期灵兽精魄1颗。终极后期灵兽精魄，那相当于灵轮境后期，这还怎么比啊？唐千儿他们小队赢定了，牧尘也太厉害了。骑士，我不服！以牧尘的实力，不可能猎杀灵轮境后期的灵兽，他肯定作弊了。不管用何种手段完成，只要最后击杀了凶兽，就是历练的一种。住口，柳阳。莫师说的对，不管用何种手段，最后只看结果。哦，2颗终极后期的灵兽精魄。巧了，前2日我遇到2头正在斗殴的终极后期灵兽，让我捡了个便宜。怎么可能？柳木白这是撞大运了吗？你耍诈！难不成只有你们能去抢？这世上的好事，可不会只落到你们头上。哎，算了算了，反正前3名都能拿到月灵丹。哦，切，我是真不想和你们玩这种幼稚的游戏。输掉一次小小的比试而已，你们以后还有机会的，啊！哈哈哈哈！牧师，刚才忘记了，还有些灵兽精魄是放在我这里的，现在可以补吧？嗯。天哪，5个终极后期灵兽精魄！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有5头实力媲美灵轮境后期的终极灵兽在打群架，结果5败俱伤，被我不小心全部干掉了。哼，血图留下的芥子镯里，宝贝还真不少。这种理由，怕是专门讽刺柳木白的吧？柳木白这下可算栽了。你们2个别胡闹了！此次成绩，牧尘小队与柳木白小队并列第1。啊？这怎么并列？哎，不公平呢！牧尘拿出的终极后期灵兽精魄数量可是碾压柳木白。对呀，就是柳木白没有资格并列第1。明明是牧尘遥遥领先，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第1。这一个这么回事啊？修行结束了，牧师说我们可以休息1个月。牧尘，待会儿我们一起回北陵院。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办。大哥，三弟和木白传回消息了，血屠狗贼已毙命，可被他盗走的铜片，却不见了踪影。什么？据三弟所说，血屠死前与沐风之子沐尘有过接触，铜片极有可能被沐尘所夺。沐尘，刘明这废物，竟连这种小辈也制服不了吗？大哥息怒，三弟他绝无怠慢之心，只是那沐尘太过狡猾，又有北陵院老师保护，所以……闭嘴！优柔寡断，要他何用？这铜片是我们柳玉找到九幽阙的关键，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二弟，你立刻前去堵截沐尘，务必带回铜片。寻得机会，斩草除根。是，大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恐怕柳玉那帮人绝对不会想到，我并未着急回沐浴，反而躲在这里修炼。希望这玉灵果能
能助我成功修炼出第2道森罗死印。在你！终于凝练出来了。接下来，必须将它纳入体内。我曾试着修炼第3道森罗死印，谁知惨遭反噬，身体受创至今。该死的！给我停下来！这是什么力量？竟然能阻止反噬之力！不管了。算是成功了。那股神秘力量，我不仅无法控制，甚至都无法感应。看来我这身体有着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啊！青山应该差不多到了吧？该回家喽。总算快到家了。看来柳玉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可以绕过关卡抵达墨玉的小路。哼！不好，有埋伏！必须马上出这片森林。只要到了墨玉边境，就没事了。出不去，难道是灵阵？以为这样就能挡住？哼！既然是阵法，就必定会有阵眼，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尽快破掉阵眼。
确切位置，那就试试拉开他的攻击距离。想跑？哼！没想到竟被你发现了阵眼。不过一切反击都是螳臂挡车。大佛突厥！森罗死印！给我破！阵破了，趁现在立刻离开，到了木域边境就安全了。想逃？以身为饵，不惜生死来斩断我与阵眼之间的连接。小小年纪便具备这等手段和实力，沐风可有个好儿子呀！这老家伙恐怕是柳玉之人，现在只能拖延时间了。青山，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前辈是来自柳玉吧？是为血屠所盗之物而来。哼！先前我便跟柳玉三当家解释过，我不知道柳玉遗失之物所在何处，恐怕这次前辈还是白跑一趟了。待我从你的尸体上搜一搜，便知真假。柳家人果真是霸道，杀了我，你就不怕我爹攻打柳玉？我要灭杀你，又怎会被别人知晓？看来是没得谈了。要战便战，我倒要看看在北陵境你柳玉能否只手遮天。能让老夫使出这招，你沐尘在年轻人中也算头一位。血雨杀阵！小子，被受死吧！快点！嘿，森罗死印！哼，小子，我的耐心耗尽了。好强，快放手一搏了！周叔，小木，我来迟了，你没事吧？不碍事，幸亏周叔及时赶到，不然我都要自暴气海跟他拼了。周岩，该死，他怎么会赶来？柳宗，这老匹夫，
敢对我沐浴少主动手，找死！柳宗，那不是柳玉二当家，他竟然亲自过来，看来那铜片果然非同小可。少主啊，少主，你怎么样？该死，沐浴这群人都是属狗的吗？闻着味儿就过来了，现在还不是跟他们翻脸的时候。哼！小木，你等着，周叔这就去为你报仇。周叔，别追了，我们先回去。好不容易逮到柳宗落单的机会，这可是解决掉他的好时候。我有要事，必须尽快向老爹汇报。先回去再说。那好，我们回去。柳玉好大的胆子，这是想跟我们撕破脸吗？幸好小木没有大碍，否则今天我必定让柳宗有来无回。这个仇，我们以后会跟他好好算的。看来这段时间你修炼的不错，否则也不可能从柳宗手里逃过一劫。老爹，我好歹也是灵动境中期的实力了。灵动境中期算什么？柳宗可是神魄境强者，若非他轻敌，你这点实力怎么可能破得了他的阵法？反正我就是破了他的阵法。小木未雨绸缪，提前让谭青山送信给我们，又利用柳宗轻敌之心，坚持到我赶过去。这份心智着实不凡。周爷，你就护着他吧。不过，既然柳玉非常在意这东西，我确实得好好看看。老爹，看出什么了吗？这气势啊，这上面的纹路有点像九幽雀。不会吧，老爹，您说的是在万寿路地榜排名第11的九幽雀？是不是？验证一下便知。去。能让万寿路地榜排名第85的龙岩雕如此惧怕，想必就是九幽雀。柳玉想对九幽雀下手，难道这铜片里有九幽雀的信息？不过凭他们的实力，怎么敢去挑战九幽雀？这里头应该有什么秘密，我注入点灵力试试。原来九幽雀在进化中失败，陨落到了某处。怪不得柳玉敢打他的主意。这铜片上记载着九幽雀陨落的信息，他们应该是想趁九幽雀处于虚弱期，找到并炼化它。刚才若我没有看错，九幽雀陨落的那片山就在黑明渊里。黑明渊，那可是咱们北灵境的禁地。没想到周野突然赶了过来，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只能所以让那小子把铜片带走了。大哥息怒，当时就在沐浴边境，如果强行动手，定会激怒沐浴，而且我们也没法确定铜片一定是被沐尘拿走。传令下去，立刻做好前往黑明渊的准备。就算沐风真的拿到铜片又如何？他若有胆去黑明渊，我就在那里解决掉他。等我得到九幽雀，看着北灵境还有谁能阻止我们柳玉称霸？以柳晴天的残暴，若让他得到九幽雀，
整个北陵境定会生灵涂炭，到时候沐浴第一个就会被他针对。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九幽阙，否则后患无穷。黑明渊常年被死瘴笼罩，不过每年这个时候瘴气会削弱不少，倒是进入的好时机。派人盯紧柳玉，我们这边准备好人手，立刻去黑明渊。我这就去准备。老爹，我也要去黑明渊。你不行，黑明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老爹，我好歹也是经历过灵路历练的，黑明渊再危险也比不上灵路吧？既然这么有信心，那好，只要你能在我们出发前到达灵动境后期，我就带上你。否则，就别去给大家当累赘了。没问题。这是什么力量？居然能阻止反噬之力！对了，老爹，您对大浮屠诀了解多少？我最近修炼它的时候，总觉得体内深处好像有什么在跟大浮屠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共振。您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对大浮屠诀了解甚少，这个怕是得问你娘了。娘？你身上流淌着你娘的血脉，大浮屠诀又是你娘留下的，会出现这种共振反应，其中的关系应该也就你娘能弄清楚。好了，现在也不用急着探究这些，等你以后强大了，自然也就会知晓一切的。你之前不是对灵阵有兴趣吗？最近我刚邀请了一个灵阵师来到我们沐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见识一下？真的？那我们现在就去。哎呀，老爹，有这好事你怎么不早说？看把你急的。柳玉的狼子野心日益炽盛，我们沐浴必须尽快提升整体实力，否则迟早会被他们吞并。所以，我决定建造一座2级聚灵阵，以增强我们的实力。这位主导阵法的是1级灵阵师温灵先生，等会儿你可以向他请教一些灵阵知识。老爹，他手上那是什么？啊，那个就是布置灵阵必不可缺的灵印。这种灵印的手法跟森罗死印有点像，但似乎简单许多。玉主，您来了。啊，温灵先生辛苦了。阵法的准备工作差不多了，等其他灵阵师就位后，就可以开始构造2级聚灵阵。哎，玉主，这位是？犬子沐尘。原来是沐少主。少主也是灵阵师吗？他从未学过灵阵，我就是带他来开开眼界的。他这是看了温先生的手法后，有样学样，自己在瞎琢磨呢。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仅凭观摩就自己凝聚出灵印？老爹，我成功了！真是灵印。沐少主，你能否再凝聚一道灵印？我试试。还真可以。还能再凝聚一道吗？我再试试。
不行了，我只能凝聚出5道。第一次模仿我凝聚灵印，就一下子凝聚出5道。穆少主在灵阵上的天赋，真是平生罕见啊！陈儿，我看你就跟温先生学习灵阵吧。这可使不得，我可不敢当少主的老师，但我愿意当少主在灵阵师一途的领路人。灵印可以看作是布置灵阵的基石和通道，但要真正布置好灵阵，还得有阵徒子指导才行。明白，温先生。这是2个小灵阵，灵附阵和迷魂阵的阵图，虽然比不得1级灵阵，却也有奇妙威力。穆少主就先拿它们练手吧。多谢温先生。虽说穆少主天赋卓绝，但切勿骄傲自满。真正的灵阵宗师，绝不是光靠天赋便能达成的。我会牢记温先生教诲的。陈儿不愧是静的儿子，完全继承了静在灵阵上的天赋。千辛万苦，终于突破到灵动境后期了。这下老爹没理由不带我去黑名渊了吧？接下来还有时间，再把灵阵琢磨一下吧。柳青天他们出发了。消息确切。我们的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镇守边关的大将陈雄也赶过来了。不过，小木还没有出关。唉，此行风险极大，还是让他在家专心修炼吧。老爹，您可不能耍赖啊！当初说好了要带我一起去的。哦，你达到灵动境后期了？哈哈，不愧是小木，我们这就出发。根据探子线报，柳毅人马是从西边通道进入的黑名渊，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遇到他们。还有，这里死伤的毒性，连灵轮境强者都难以抵挡。大家虽然服用了避毒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是，都听到了吧？在黑名渊里，我们的敌人可不只是柳玉，绝不能有一丝大意。这里可远比北陵之原危险多了。跟紧我。好。什么时候你也喜欢藏头露尾了，柳晴天？沐风，你的鼻子还是那么灵。小子，那东西果然是你拿走的？
只是运气好而已。运气好的人未必命大。沐风，你倒是有个好儿子，但我劝你还是把铜片交出来，否则你们沐浴精锐尽数折损在这里，那我柳玉就得帮你们统治沐浴了。哼，就怕你们没这能耐。是吗？要战，奉陪。什么声音？是灵风，这种低级灵兽一直不可怕，成群了，那可是高级灵兽都惧怕的存在。快离开这里！走！快，不再跑！闪开！少主，你没事吧？老爹，快跑！到黑洞岛汇合。少主，走！快跑啊！准备战斗，保护少主！哪里来的笛声？怎么回事？这笛声虽小，但它一响起，噬灵风就离开了。难道这噬灵风是有人在操控？少主，我们快去黑毒沼跟狱主会合。陈叔，我想跟上那些噬灵风群去看看，我觉得他们有蹊跷。少主，那太危险了。没事，我不靠近他们就是。我们也跟少主过去看看。走。少主，我们这是跟到噬灵峰的老巢了。奇怪，笛声到这里却突然消失了。啊，那里怎么会有人？陈叔，您得帮我个忙。少主，你为什么要去冒这种险？这事儿透着古怪，我忍不住想去看个究竟。放心吧，陈叔，我有分寸的。真是少年行性。好吧，少主务必小心点。跟我来。陈叔他们成了。
噬灵峰被陈叔他们引走了。原来是具枯尸。这人是谁？怎么会倒闭在这里？ 无名天虫，自灵虫族而来。灵虫族，灵虫族是个非常神奇的种族。这个种族内的每个人都是高明的灵虫师，能够操控天下万虫，手段颇为诡异。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碰到他提过的灵虫师。偶得九幽雀之踪迹，贪心涌动。 试图得知，然费尽心机到得此处，故方才发现。后面怎么没了？看样子，这灵虫师也是冲九幽雀来的，但后来似乎出了什么变故，让他遗憾颇深。 笛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这应该就是灵虫师操控万虫的灵虫笛吧？看来这笛子经常被风吹响，所以才吸引噬灵蜂到这里筑巢。这东西若是用得妙，应该可以控制噬灵蜂。前辈。 既然你身死道消，这等遗物留着也是被岁月侵蚀，不如便由晚辈来继承吧。赶快去跟陈叔他们会合。谁？这家伙怎么跟来了？牧尘，乖乖的把铜片交出来吧，这里可不是北陵院。 我若杀了你，不会有任何麻烦。血屠我都不怕，你又算什么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血屠那蠢货是死在银角龙豹之上，你唬不住我。交出来！上次北陵支援修行，让你侥幸跟我并列第一，你真以为可以与我分庭抗礼吗？哼！ 这家伙果然达到灵轮境了。这家伙上次还是灵动境中期，现在竟到灵动境后期了，是有点本事。哈哈哈！你一直很骄傲吗？现在只会像条丧家犬一样躲来躲去。 影分，三罗死印。这混蛋还真强，得赶快摆脱他，否则酒徒对我不利。还真是越来越棘手了，今天得想办法除掉他才行。 还想逃？你在搞什么鬼？这是可以控制噬灵蜂群的灵虫笛。既然你要打，我只能奉陪到底。 这就是你刚才找到的宝贝。
看来我也得快走，叫上陈叔他们，赶紧和老爹会合。这片黑毒沼面积太大了，而且上面笼罩着的瘴气过于浓稠，除了玉主您和我，其他人的实力都无法直接飞跃。但如果坐船的话，水里又潜伏着许多黑毒鳄，我们必定会受到攻击，造成伤亡。老爹，小木，你们也脱险了？我们都没事。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有事的。老爹，看来你们被难住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柳玉应该是充分探查过黑明渊，他们没往这边来，肯定是走了一条我们不知道的捷径。我们若再拖下去，九幽去怕是会让他们捷足先登了。其实，要渡过去也不难。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很快老爹就会知道的。在这之前，老爹和周说，你们得先去抓几头黑毒鳄，其他人去砍一些木头过来。你小子最好别瞎搞，照晨儿说的去做。跟我来。是。走，周爷，我们也去动动筋骨。是。你小子就这样把我们带下水了？我可没看出你这法子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对黑毒鳄有所了解，这种终极灵兽常年生活在沼泽里，视力非常差，感知力也不强。我们坐在跟它们气味相同的黑毒鳄木筏上，它们很难察觉到我们的气息。只要我们再扰乱它们的视线，便能安然度过黑毒沼了。可你要怎么扰乱他们的视线？多亏老爹前阵子让我修习灵阵，下水前我就在每条木筏上布置了个迷魂阵，这应该能扰乱他们的视线。那万一扰乱不了呢？那也无妨，我还在每条船上布置了个灵附阵，就算有意外，也能撑一阵子。黑毒鳄靠近了，大家注意屏息。看来小木的法子不错，大家都别松懈，还是要保持警惕。老爹，我这法子好使吧？我们很快就能靠岸了。臭小子干得不错，不过还是不能疏忽大意，都小心一点。
竟然不只有黑毒鳄！超级灵兽黑冥蛇，周爷，拦住他！大家快上岸，注意避开水中的黑毒鳄，也不要跳太高，上面有瘴气。好，都快跟上我！走走，快上岸，上岸走！孽畜！跑的倒是挺快的。晨儿，快带大家上岸！好。孽畜！这孽畜在水里神出鬼没的，这怎么对付？你们快走，我来吸引他。晨儿，别下去，太危险了！老爹，他一出来你们就……晨儿，小木，到你了，扶阵。想跑？爹，周叔，动手！晨儿，坚持住！走了，晨儿小心！快救晨儿！老爹！小老的孽畜，竟想拿小木来要挟我们！看来不能轻易攻击。孽畜，放下晨儿，保你不死！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全身骨头要碎了。只能搏一把了。晨儿这是在……不行，只能强攻了。是灵风，那晨儿刚刚吹的是灵虫笛。老爹，周叔，快走！好。我们快走，此地不宜交流。都给我麻利点儿！在沐浴到来之前，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九幽雀找出来。这么多灵兽骨架出现在这里，其中必有古怪。爹说的是，看他们的姿势，似乎是在行走时突然暴毙而亡。哦，你可看出这是何原因？只能确定，这里应该就是九幽雀陨落之处。要不是被沐尘那混蛋拿走了铜片，我们何至于像现在这样满地瞎找？不必着急，沐浴不像我们，在来之前就把黑冥渊的地形地势摸得清清楚楚。他们就算逃得过噬灵蜂群，怕也过不了黑毒爪。说不定我们找到了九幽雀，他们还在黑毒爪跟那些黑毒鳄较劲。该死，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沐浴的人来了，都随我过去！这些骨架是怎么回事？沐风，你们可真慢呐！我还以为你们给噬灵蜂群打牙祭了。哼，
柳玉快是快了点儿，可惜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收获呀。要不你们退开，让我们来。哼，小子，这次我可不会再让你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打，我奉陪到底。大哥，沐浴既然专程来找死，我们就先成全他们。既然沐浴不知进退，那就不必跟他们多废话了。这是雷灵兽。哈哈哈哈哈！柳晴天，终于忍不住了。我们有几年没交手了吧？这次就看看，到底谁更强！哼，如你所愿。周爷，上次他拿草人蛇放了你，这次别想逃！好，让我看看，地图魔蝎跟我的山岳灵犀相比，有何能耐？铜片在发烫，难道是感应到九如雀了？可他在哪里？不过，这骨架的走势似乎都是去那个山巅。难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九如雀！少主，小心点！陈叔，你来的正好，我要去那山上看看，你掩护我。走。木白，盯紧沐浴那小子！该死！图片越来越大。九幽雀应该很近了。啊，在下面。九幽雀只能属于我柳玉，你死了这条心吧。这家伙竟然跟来了，得先甩开他才行。那可不一定。哎！小子，就这点本事也想得到九幽雀？
受死吧！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不经当？难道是……总算甩掉那家伙了。不过这里如此之大，到哪里去找九幽雀？铜片离九幽雀越近，反应就越强烈。我只要朝着它反应强烈的方向走就对了。好烫，应该就在前面。九幽雀应该就在里面。可怎么破开它呢？这石头竟然能够吸走我的灵力！就知道你在耍花样。看来你已经帮我找到九幽雀了，接下来没你什么事。死吧！小子，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了。不行，不能这样跟他硬拼下去。上头，可惜这里是死地。看来你有麻烦了。你在搞什么鬼？九幽雀。
就是九幽雀！九幽雀是我的了，休想！老爹，别碰他！过来！怎么回事？我的灵力竟被吸走了！幸亏晨儿及时提醒，这玩意儿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学者，大哥，你怎么样？小心点，这个该死的东西非常古怪。老爹，没事吧？还好你提醒得快。这九幽雀不愧是万寿路地榜上排名第11的超级存在，我们得小心点儿。那东西好像在向外传递什么信息。我的灵力，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吸我们的灵力。我的灵力，怎么回事？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的灵力都会被他吸干。老爹，那些灵兽怎么回事？灵力都被吸走了，还要往里闯？我明白了，九幽雀这是在故意释放自己的精魄，诱惑这些灵兽来吞噬。这对灵兽来说诱惑太大了，他们根本无法抵抗。所以，这里的灵兽尸体都是被九幽雀引诱过来，吸走灵力而亡的。看样子，这种事发生过好多次了。可图片上不是说九幽雀进化失败，正处于虚弱期，怎么有能力隔空吞噬大量生灵灵力？会不会图片上说的都是假的？九幽雀并没有那么虚弱，它只是蛰伏在这里，寻找机会吞噬其他生灵的灵力，为己所用。如果真是这样，那铜片就是九幽雀故意放出去，目的是吸引人类强者过来，以便他吸走灵力。所以，那灵出时才会留下那个恨字。把这么多灵兽还有我们吸引过来，当做他的灵力来源，这九幽雀的心思未免太可怕了点吧？不管如何，九幽雀我们就别想了。北灵境没有人能够收服这种存在，我们快撤！走。大哥，沐雨他们撤了。爹，我们也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撤！老爹，他怎么突然停下了？也许他吸够了。果然，是九幽雀要出来了。
3天之境的强者都无法匹敌。黑闪雷劫！老爹，那是什么？是灵兽想要进化，就必须跨过的劫坎。九幽雀上一次进化失败，才费尽心机浴火重生。现下马上又要尝试进化，还真是难捉。这次他要是成功了，那就有了冲击万兽路天王，成为真正神兽的资格。神兽？听说那可是大千世界中至尊级别存在都要忌惮的生灵。不过，想要度过黑神雷劫，可没那么容易。灵兽与神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中间却有着万载苦修都难以跨越的鸿沟。能进入那种超级层次的，毕竟是极少数。九幽雀先前失败，侥幸没在雷劫中湮灭。这次若再失败，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若是那样，我们不就没办法得到他的灵兽精魄了？就算获得了，又有谁能将它炼化？爹，我们怎么办？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姑且看看是否有捡漏的机会。他这是在向黑神雷劫挑战。这家伙还真是刚烈。却第二次进化还是失败了。不好，九幽雀要自爆了，快走！走！快挡住他！
你小子可把我担心死了。老爹，我们回家了。你被九幽雀自爆的火焰打中，一直昏迷不醒。但我检查后，你身体并无大碍，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这阵子让老爹担心了吧？哎，没事就好。有哪里不舒服吗？对了，九幽雀呢？哎，没想到白忙活一场。不过只要能阻止柳玉得到它，避免给我们沐浴带来危险，也算是行动成功了。好了，你没事就好，我得去处理一些事务。这几天狱内的事落下了很多。好久没动了，先检查下身体怎么样。这么快就达到灵动境后期顶峰了，终于可以冲击灵轮境了。这枚运灵丹蕴藏的灵力，应该能帮我省去不少麻烦。算进入灵轮境，这下达到5大院的基本招式条件了。好了，出去走走。怎么回事？很像老爹说的那种惊破世主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先守住灵智。九幽雀。九幽雀，这九幽雀怎么会在我的气海里？对了，是那个时候，九幽雀的精魄应该是随着火焰进入了我的身体。这股能量在不断的破坏我气海中的灵气，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的气海会被它毁了。给我停下来！这么轻松就解决了。他是谁？一个刚踏入灵轮境的小子，竟敢对我出手！他居然是九幽雀，我也没想到你竟会在我的气海里，甚至强大到可以化成人形。你们人类去黑冥渊，不就是要得到强大的我吗？炼化灵兽精魄，那是神魄境强者考虑的事情，我只是灵轮境而已，对你可不敢有什么想法。还请你离开吧。哼，虚伪的神类，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离开。看我如何破掉你的气海，然后占据这具身体。我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得逞。灵轮，去！你想自爆气海里的灵轮来跟我拼命？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不是靠这种手段就能弥补的。不管了，拼了！哼，雕虫小技。
那是，那是黑纸。自从灵鹿得到它，怎么研究都毫无反应。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压制我的灵轮？这东西似乎不简单，不过你好像控制不了。破！完了！这黑纸竟能阻挡九幽雀的攻击，先尽快起变吧。究竟是什么东西？竟连九幽雀都能困住，黑纸到底是什么来历？一个牢笼也想困住我，给我破！一个小小灵轮境的气海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东西？哦，看来这黑纸幻化的花龙还挺牢固，得趁着机会想办法先稳住它。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了？你一个灵轮境，体内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无可奉告。可恶！放我出去！好像还不是能谈判的时候。希望这黑纸花龙不要出什么问题。看来你需要冷静一下，我还有事，恕不奉陪了。臭小子，你给我回来！真是想不到，在关键时刻，居然是那来历不明的黑纸帮我制服了九幽雀。可惜，不知能困住他多久，得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过，九幽雀这事还是先不告诉老爹了。若我解决不了，再请他帮忙吧。院长，这次武大院下发给我们几个名额？给了5个普通名额，另外还给了一个种子级别的名额。种子级别的名额，那可是武大院3种名额里仅次于核心名额的第2等名额。这种级别的名额，不是只有那些实力极强的灵院才有资格获得吗？像我们北灵院这种规模的灵院，从未听说有人获得过呀。是啊，整个百灵大陆灵院少说也有数百个，但武大院每次给的种子名额也很少超过20个。想不到这次竟会分一个给我们北灵院，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缘故吧？我想，可能是我们北灵院的某位学员引起了武大院的注意。是沐尘？武大院把他从灵路驱逐出来，现在又特意给我们一个种子名额。你们说，这是要补偿于他，还是说对他有点舍不得呢？罢了，不管普通名额还是种子名额，终究是强者得之。你们去通知有潜力的学员们回校参加特训，为武大院名额选拔战做准备。对了，
柳慕白无需通知，之前他已经跟我请假，自行回柳域修炼备战了。老爹，你找我？莫师的来信。今年武大院给的名额里，竟然还有一个种子名额。获得种子级别的名额，进入武大院后，便能够获得卓越的身份地位和修炼资源。不过，只要你能进入武大院，我就满足了。老爹放心吧，我听莫师的安排，明天就回北陵院去参加名额战特训，一定在名额战中进入前6，夺得一个名额。柳玉那些王八羔子尽会使绊子。周叔，怎么了？柳玉有座2级聚灵阵，对修炼大有裨益。依靠着聚灵阵，诸多强者才投靠他们。现在听说我们也要构建2级聚灵阵，柳玉就大肆抬价收购建造聚灵阵的材料，还花大价钱挖走我们已经聘请的灵阵师，害得我们材料和人手都严重不足。这也导致温先生他们几次建造聚灵阵都失败了。柳玉还不罢休，今天又挖走我们一个1级灵阵师，我们现在连建造聚灵阵最基本的人手都不够了。不就缺个灵阵师吗？老爹，我来顶上。胡闹！建造2级聚灵阵可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只有1级灵阵师才能帮上忙。老爹，我行不行？咱们去见见温灵先生，让他来判断，如何？少主虽然天赋卓绝，但我们所剩的材料只够再尝试一次。倘若又失败，沐浴便得再准备好多年才有能力建造2级聚灵阵了。所以还是先找一个1级灵阵师稳妥点，我们再布阵吧。温先生，我不是盲目托大，而是有几分把握才敢主动请缨的。小小年纪，居然能凝结出15道灵力，居然还是个灵阵师。温先生，你看陈儿能帮得上忙吗？少主的修为确实达到了1级灵阵师，但经验、眼力还欠缺些磨练。不过，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这建造2级聚灵阵对他倒是一个不错的历练机会。多谢温灵先生。这是2级聚灵阵的部分灵阵阵图，你先熟悉下。届时这一部分的灵阵就由你来负责。好了，我们先去准备布阵用的高级灵兽精魄，1个时辰后开始布阵。你小子真的可以吗？我会全力以赴的。只要建造成功，我们沐浴的实力很快就会赶上柳玉。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天不遂人愿，就当是花些代价给你攒个经验。老爹，你放心吧。2级聚灵阵要一次性构建出来很难，所以我们的方法是，每人先构建出一部分灵阵，再把它们跟居中的主阵链接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阵。我们开始吧。接下来用灵印构建聚灵阵的基点，我们每人出10道灵印，构建自己那部分灵阵。我另外再出10道灵印，构建居中的主阵。布阵。第一次参与，竟能完成得如此出色，天赋果真了得。现在大家都构建好自己那部分灵阵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把它们跟主阵链接，这是最难的一步，每一道灵力链接都要控制得妙到毫巅，稍有毫厘之差，都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没想到穆少主的炼阵如此顺利，现在就差陈灵那最后一点了。不好，陈灵，快控制住力道！陈灵，快继续补充灵印，修复灵阵！我只要先修补灵阵，唐不生少来凝聚灵印，再来帮我凝聚下灵印。20道灵印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也腾不出手，否则炼境好的地方会崩开的。想不到会功亏一篑，罢了，让他们停下吧。小木他。穆少主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我这部分灵阵，怎么会懂得如何把它修补好呢？稳住了，陈灵，继续炼阵。是。好，立即控制好每道灵力的力度。成了。2级聚灵阵，我们成功了！各位辛苦了，穆玉主客气了。这次能成，多亏了穆少主。晨儿，你立了大功。我刚才突然进入了一种古怪的状态，到现在还有点迷糊呢。什么样的古怪状态？我好像突然就能看清整个灵阵的态势，还发现了其中有部分缺陷，下意识就把它修补了。那不是新阵状态吗？魏先生，什么是新阵状态？哦，那是一种能让布阵者直接以心观阵，并凭心意改变灵阵轨迹的玄妙状态。就算是3级灵阵师，也未必能感悟到那种极致的状态。穆少主，你才1级灵阵师便能感悟，我之前可从未听说过这种事。这卑鄙的人类，天赋倒是不错。玉主，看来小木以后会在灵阵上大有前途啊！能遇到穆少主这样的灵阵奇才，是在下的荣幸。来，这是1级灵阵虎岩式灵阵的灵阵阵图，若少主不嫌弃，就拿它修炼，应该对体悟新阵有所帮助。多谢温先生。那里有能指点你提升实力的人，好好跟他修炼，你就一定能拿到5大院的种子名额。是，自己过去吧。慕白此次前来，莫要多说话，进来吧。想必大家已经知晓，学院将在1个月后举行进入5大院的名额争夺战，而争夺名额的最低要求是自身实力必须达到灵轮境。我们东岳天界有机会参与竞争的就是你们5人。接下来的1个月，我会对你们进行针对性的指导训练，希望你们都能够进入灵轮境。是，莫师。莫师。墨尘，你有什么问题吗？莫师，这一步我恐怕不需要啊。你已经晋升到灵轮境了。
很好。那接下来我会对你进行单独特训。好了，都先各自去修炼。沐尘，你随我来一趟。我们北陵院这次能够拥有种子名额，坦白说，跟你陵路之事有些关系，可能是武大院特意留给你的。不过，这种子名额却不能直接给你。无妨，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凭借自己的双手拿回来。很好，就是要有这种自信。虽然名额不能直接给你，但学院决定给你一些补偿。所以带我来灵爵室第3层。我听说这里可是收纳着北陵院最为厉害的灵爵。萧院长同意你从这里任选一部灵爵。灵爵室3层好像有人，那不是莫氏吗？旁边那是谁啊？好像是东院的，那不是沐尘啊？莫氏怎么把他给带上去啊？第3层不是不能随便去吗？沐尘，莫氏，为何沐尘能进灵爵室第3层？就是他有什么资格？不会是莫氏徇私吧？就是，可不是嘛。就凭他在灵路中的表现，为北陵院争取到了有史以来的第1个种子名额。这个理由足够了吗？走，去挑选灵爵吧。没想到当初平凡的沐尘，现在却已变得这般耀眼。不是说沐尘是被灵路踢出来的吗？是啊，看来被踢出来不是因为他能力不济啊，武大院还是很看重他嘛。这家伙在灵路到底做了什么？这些便是全部的灵级灵爵，你可以任选一部。竟然有这么多灵级灵爵！地灵波，灵级下品，攻击类灵爵。灵影部，灵级中品，竟是身法灵爵。眼光不错，竟把这里为数不多的灵级中品灵爵给选中了。那就选他了。灵皇指，灵级下品，竟然是罕见的指法灵爵。怎么，两部都想要？原本给你的补偿只是1部灵爵，不过我可以破例让你再选1部，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打败柳慕白，把种子名额留在我们东院。莫师放心，我的东西不会让别人夺去。不可大意。听说柳慕白主动放弃了习师的特训指导，请假回了柳玉。做出这般选择，无非是他很有把握，凭借柳玉的资源手段，让他可以得到更高的提升。柳慕白现在是什么境界？他之前便已是灵轮境初期。走吧，这1个月的时间里，我会着重帮你修炼刚才的那2部灵诀，增加你获胜的几率。灵气聚于脚下，加快速度，注意力集中，不要自乱阵脚。再来，敌人可不会管你有没有受伤。不，身影如灵魅，残影惑神念，无迹可寻。接下来难度加倍，过分了点吧？注意力集中在脚下，
别被灵气剑干扰。再来。再来。谁说身处在时间之中？谁说北京的种子就该出花朵？千山万岭踏过，百回风雪灭不了我战一生火。要在绝境之中燃烧我的魂魄，将枷锁痛交错，战越战越悍，闯勇往直闯。战纷纷乱乱断，我来断。那剑是剑，可心都穿，谁来出鞘，谁敢不断狂澜？我的手将宿命逆转，看不得歇斯英勇犯，攀登起9天最高处，一起风发来不堪。战越战越悍，闯勇往直闯。王子，我的传奇我来传。灵影部行迅捷之势，动如脱兔，魅影缠身。灵皇指走高猛之道，直若金铁，碎金断骨。牧尘竟能把这两个灵诀融会贯通，做到刚柔并济，着实不易。多谢墨师指点，灵影部与灵皇指总算学有小成。牧尘不只拥有出众的天赋，还有绝不放弃的坚强意志。不过，你有个不错的儿子啊。这段时间的修炼效果不错，我体内的灵力又浑厚了几分。大浮屠诀竟然主动运转起来，难道是？分为筑基、凝形、化塔3层境界。难道我进入了凝形的境界？哼，这个小子跟其他人类不太一样，倒是挺有毅力的。而且修炼的这灵诀似乎有些来头。我得细细感悟，尽快将凝形境界巩固下来。很好，接下来就让我来看看你们这1个月的修炼成果吧。看来大家这1个月都在拼命修炼，你们都有资格参加明日的名额争夺战了。牧尘，至于你，今天还有最后一项训练。最后一项训练？啊？来。打赢我！这我怎么赢得了？就是，墨师您可是神魄境强者。我会将实力压制在灵轮境中期，不管你施展什么手段，只要你能打赢我，或者迫使我施展出神魄境实力，那么这个月的训练就算你完美收官。怎么样？恭请墨师指导。来吧，尽管攻击！你不！牧尘使用的是什么身法灵诀？速度竟然能这么快！之前没见他使用过，不过看上去威力不凡。没用的，
就算墨师把自己的实力压制了，但以墨师的眼力和经验，以及身体的锤炼，沐尘都绝不可能是对手。再来！再来！被击倒了这么多次，还第一时间站起来继续挨揍，这蠢货倒是挺对我的脾气。不够，还不够快！力量都给我出来！沐尘之死根本无法凭借肉眼看清。突然速度提升了那么多，该我进攻了！墨师，你输了，你输了！你小子竟然能逼我爆发出神魄境实力，我输了，厉害！我赢了！沐尘，你真的赢了！大家好好休息，迎接明日的名额战。种子名额是我们柳玉的了。什么事？穆兄，又见面了。啊，柳兄，你这伤势恢复的怎么样啊？哼，谢过穆兄关心，无妨，小伤而已。那就好。柳兄啊，柳玉可是离不开你啊，以后做事还需谨慎一些。哎，希望他们等会儿别打起来。穆兄，听我那丫头说，沐尘这次极有可能获得种子名额。那小子能获得普通名额进入五大院，我就已经满足了。不想争第一的人有什么资格得到种子名额？穆兄，你说对吗？那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第一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柳玉与沐玉之争，看样子无法避免了。感谢大家今日前来捧场。此次北陵院名额争夺战，五大院非常重视，还特意派遣郝先生前来督战。这是我北陵院的荣誉。此次争夺战，一切规则由郝先生定夺。没想到五大院对北陵院的选拔这么重视，还专门派人前来督战。那当然了，种子名额可是很稀少的。这老头就是五大院的人吗？看着这么瘦小。你懂什么？没准人家境界很高呢。开始吧。此次名额争夺战共有12人，皆已达到灵轮境。东院5人，西院7人。大家根据之前抽签的结果进行对战。第一轮对战者，沐尘对战陈通。
没想到第1场就是牧尘。听说他的对手是西院天界第2，应该挺棘手的。那就是牧尘吗？看上去倒是挺温和的，没想到竟会做出那些事。希望这小家伙不会让我白跑一趟。牧尘到底在灵路中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让武大院对他如此记挂？慕白哥，放心吧，我早看那个小子不顺眼了，想教训教训他。这一次我会让他好看的。希望这家伙能试探出牧尘现在的实力到底如何。哼，小子，你被选进灵路都没能进武大院，现在碰到我，就更别想摸到武大院的门槛了。这家伙的实力在西院仅次于柳慕白，也是个棘手的对手。他以前就经常叫嚣说要给牧尘点颜色瞧瞧，现在当着这么多人，可是更来劲了。不过，我对牧尘有信心。能不废话了吗？这家伙总是这么一副欠揍的嘴脸，等下我当众给他一个耳刮子，看他以后还怎么得意！哼，火炎碎心掌！你不是很嚣张吗？有本事别躲啊！这家伙怎么竟往我脸上招呼？小子，人家这是想赏你一个耳刮子。原来是这意思。好快！牧尘，你……抱歉，下手稍稍重了点。这小子有点意思。我宰了你！好玄妙的身法，牧尘现在不简单啊。不过，只是速度快，恐怕还不够。牧尘这小子实力的确不错，只是听灵儿说他脾气古怪的很，不怎么搭理人。这小子的速度倒是有点让人意外，不过这样才有点意思。程度不妙啊！是啊，跟牧尘差距挺大的。要收拾那牧尘啊，还是得慕白哥才行。你就只会躲吗？这就对了，炎暴凌晨！我跟你拼了！我师叔，哈，倒是我多虑了。没想到是一边倒的局面。牧尘，好样的！牧尘好厉害！赢得漂亮！真陈通那废物也就嘴炮厉害。就是。是。你的下场会和他一样可怜。我等着。种子名额给我带回来。接下来进行第2场比试，由东院唐千儿对战西院红绫。真巧，我早就想会会这个做作的女人。真不想挑个既粗鲁又野蛮的女人做对手。想不到东西两院的院花竟然碰在一起。哎呀，这下可以大饱眼福了。终于等到红绫姐了，对手还是我最喜欢的千儿姐。2个美人一台戏，怎么打都精彩。对啊。哼，我的长鞭可不会怜香惜玉，你最好别跟他卖弄风骚。哼，我的剑专门教训粗野桀骜之辈，你可得对他小心点。唉，千儿这丫头跟灵儿老是不对付。唉，谁让他们俩性格差异那么大呢？开始吧。
怕是要输了。千儿姐经过北陵之源的实战历练，对战经验已经老道不少，应该会有后手。逮到你了！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对我可没用，认输吧。想不到你这鲁莽的家伙还有点脑子，哼！但这样就想让我认输，也太小瞧我了。哦，我还以为你只会卖弄风骚呢，原来也有点血性嘛。那再来！哼，谁怕谁！好了，本场到此为止。可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对啊，平局的话，名额算谁的？听郝先生的啊，他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先下去吧。是。怪了，这就结束了？结束了，这还没分出胜负呢。就是，奇怪，名额就这么多，平局怎么分配？难道郝先生看重的不只是输赢吗？好了，继续比试。好，接下来进行最后一场比试，由东院莫岭对战西院柳慕白。莫岭，该你了。还想着这次怎么着也要进武大院，没想到居然抽到柳慕白，这下没指望了。还没打呢，怎么就说丧气话？我有自知之明，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上去不过是丢人现眼而已。你别气馁，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次的胜负虽然会关系到名额，但不见得输了就会彻底没戏。啊！千儿姐和红玲那一场还没分出胜负就被叫停，说明郝先生对于名额的评判不看胜负，而是看表现。所以你要是表现亮眼，说不定还有获得名额的机会。怎么才算表现亮眼？我不知道，但我想你尽自己所能去争取胜利，总归是错不了的。没错，我不能就这样放弃，怎么也得尽力一战。那家伙居然敢上台，要是我碰到慕白哥，直接认输算了。勇气可嘉，但只是上去讨打而已。自己认输吧。这样，请赐教。不识抬举。死缠烂打，这就是牧尘教你的办法。好快，好恐怖的实力！莫岭完全不是对手啊！等等！我还没认输呢！是你自找的。别怕，在北陵之源修行时遇到的那头灵兽，可比柳慕白强多了。可我不还是利用了他的轻敌，
给他致命一击。现在的我，同样可以。啊！倒是我大爷了，可惜你实力太弱了，给你机会你都抓不住。既然你还想打，那我就玩玩。认输吧，我可以让你少受点苦。这是我进入武大院唯一的机会啊！除非摔出这座擂台，否则我绝不会认输。牧尘跟你讲了半天，就是要你用这种方式来消耗我，对吧？我这是为自己而战，跟他没关系。还挺仗义的。放心，我不会让你滚下台的。莫灵，使劲挣扎，让那个小子看看跟我的下场。放开我！好倔的小子，都这样了还不认输，倒是勇气可嘉。可惜实力悬殊太大了。莫令这样不行，我们要不劝他认输吧？不行，现在认输，莫令就真的没有半点机会了。莫令虽然实力不及柳慕白，但他有足够的勇气。这种勇气，或许就是他现在唯一能向郝先生证明自己的东西了。可柳慕白那混蛋，分明是故意在折磨他。没错，柳慕白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太差，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卑鄙无耻！这哪里是在比赛，分明是在虐待！比赛精神，明明可以赢了，这不是在戏耍对手吗？这才是牧尘那小子真正的目的。想让我难堪，我先废了你！停！本轮比试到此为止，柳慕白胜。哼，算你好运。普通名额战到此全部结束，接下来进行种子名额战。有谁自告奋勇来争这个名额呀？柳慕白参与种子名额争夺。慕白，牧尘参与种子名额争夺。牧尘，加油！牧尘，加油！加油，牧哥！好了。参加种子名额战的人选已定，就由牧尘和柳慕白来争夺这个名额吧。毕竟他们俩算是你们北陵院参赛学员中的最强者。终于要争夺种子名额了。是啊是啊，果然是牧哥跟柳慕白在争这个名额。我相信牧哥肯定能为我们东院拿下这个殊荣。
一个是沐浴少主，一个是柳玉少主，这下好玩了。就算不是为了种子名额，他们也得为了两域的颜面拼个你死我活。等着看好戏吧。这是我们北陵院第一次进行种子名额争夺战。鉴于柳慕白刚结束战斗，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先休息1刻钟，之后再正式开战。爹，这次种子名额战是你在跟沐尘争，也是我们柳玉在跟沐玉争，这关系到我们柳玉的未来，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放心吧，我不会让种子名额从我手里溜走的。还有，沐尘那小子终究是个隐患，趁这个机会废了他。老爹，我没让你失望吧？不错，这下进武大院是稳了。但是接下来的种子名额你尽力就好，结果不用太在意。哎，老爹，你就对我这点信心？我对你当然有信心了。不过柳玉那小子手段歹毒，你务必小心。如果真有超出意料的变故，切记保全自己。一时的输赢，无需在意。老爹，面对猛兽，退让只会让他更加凶狂。唯有直面，显露出比他更狠的手段，才能让他畏惧。1刻钟已到，种子名额战马上开始。这次我要彻底击败你这家伙，让所有人知道，当年审判之境把你选进陵墓是错的。小心点儿。木哥必胜！全加油！加油！加油！种子名额是我们都有的。木哥加油！等着吧，沐尘很快就会替你报仇的。穆兄，听说柳慕白已是灵轮境中期，还学了不少柳玉厉害的灵诀。没事，我家晨儿修炼的灵诀也绝非凡品。终于等到这天了呀！这一天的到来，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错了，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好日子，因为我终于可以当众废了你。是吗？希望比试结束后，你还能站着说出这句话。这家伙都到灵轮境中期了。就你这灵轮境初期，敢站到台上来，也算是给沐浴长脸了。你的废话也太多了。重头戏终于要开始了。哇，太强了！这怎么要战斗啊？哼，慕白轻敌了。晨儿这临战反应倒是够敏捷的。他们2人不愧是我北陵院最杰出的学员。沐尘不仅天赋绝佳，还能沉下心刻苦修炼，实属难得。说到这天赋，我们西院的慕白也不弱，未来就是这些年轻人的天下了。你比我想象的顽强多了。他仅此而已。
这速度有点意思。莲部可是柳玉的0级下品灵诀，没想到柳慕白把他修炼到这般地步了。受死吧！哈哈，这一点。 沐尘的身法虽然玄妙，但想摆脱柳慕白，怕也不容易。晨儿实战经验丰富，他应该能够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痴人说梦，慕白不过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等他收拾了你儿子，看你还有何颜面！小子，被人这样撵得满场跑，可不大好看哦。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结束了。就算你学了什么厉害的灵诀，在绝对实力面前，也不过是浮云。这柳慕白确实很强，不能再跟他硬拼了。这是灵印？怎么突然冒出灵印？难道沐尘会布置灵阵？灵印，这个数量，沐尘是1级灵阵师。 可就算是1级灵阵师，也有足够的时间来静心布阵。他现在可是在战斗中。会结灵印又如何？我可不会坐等你布阵成功。就这，那你永远都不可能结成灵阵。难怪你对沐尘这么有信心，原来他是1级灵阵师，但他这样完全无法结阵啊！沐尘这一手藏得还真深啊！可惜，柳慕白不会给他释放灵阵的机会。那可未必，这小家伙似乎能够进入心阵状态。心阵状态，那可是一些3级灵阵师都无法触及的玄妙状态。沐尘怎么可能？跑不掉了！ 没想到，竟然这样也能解阵。幸亏这1个月都在感悟心阵状态，关键时刻没掉链子。温灵先生说这虎岩噬灵阵威力极大，就算是灵轮境后期强者也得避其锋芒，对付柳慕白应该够。 这是为你准备的大餐，这样的时候，以为就能赢吗？好强的灵力！不是只有你才有底子。这是灵轮境后期巅峰，想不到柳慕白竟达到如此高度，这下灵轮境内没人能跟他抗衡了。这柳慕白也是个深藏不露的小家伙呀。
看来这1个月他在柳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才能有这么大的突破。接下来，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挣扎的机会。他不是柳域的看家灵犬之一吗？柳慕白居然也修炼了，威力还如此强。柳慕白这招好强，沐尘，慕白哥终于使出最强招了。沐尘完了，以他的境界，绝对接不住这招。他能跟慕白哥打到这份上，也算难能可贵了。那是，看样子，这儿的大浮屠诀又精进几分了。想跟我抢种子名额，还没这资格。大日焚海掌，真是狠辣！这柳慕白是要下死手啊！大浮屠诀，就你这灵轮境初期的实力，跟我斗，凭什么？斗到这个份上，接下来是要比拼意志了。如此了得，看来不能再有后患了。哇，灵力都耗尽了。畜生！你敢！柳青天，你敢动我儿子！住手！柳青天、沐风，你们想干什么？沐尘竟敢当众下毒手，要取我儿性命！此等狠辣之徒，必须取消资格，不然何以服众？是否违规，自有萧院长和郝先生定夺。你作为一域之主，竟然插手小辈的比试，还要不要脸了？你够了！两位虽贵为域主，但若是再扰乱比试，就别怪我北陵院不给你们面子。既然这二人都已精疲力尽，我看这一局
就算个平局吧。要不是这柳玉玉主插手，木哥早就获胜。亏他还是一玉之主，平局这种话说的平局，切，到我们北陵院来逞威风。郝先生，依你看，这一场的胜负该如何定夺呀？这一局，牧尘获胜。啊？凭什么？你还是先看看你儿子在哪里吧。柳慕白已经出了擂台，所以他输了。牧尘呢？这不可能！柳慕白被他老子亲手震出了擂台，这必是弄巧成拙吧？我宣布，北陵院种子名额的获得者是牧尘。赢了！北陵院第一人！以后还没戏院拿什么和武东应征？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终归是属于我的，没人能抢走。今日的名额战已经有了结果，我叫到名字的上前一步。红绫、唐谦儿、陈帆、霍云、柳慕白、黄元，莫岭。本来你输了比试，便失去了资格。不过你勇气可嘉，天赋也尚可，所以这次我破例给你一个名额。多谢郝先生。你们二人是平局，实力在伯仲之间，且战役不输男子，我便给你们一人一个名额。谢过郝先生。谢过郝先生。但是，你们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只可加入万皇陵院。万皇陵院在武大院中只招收女学员，实力不容小觑。这俩妮子这次可是走大运了。能进入万皇陵院，红绫求之不得。这样就不能和沐尘一起。恭喜你，谦儿姐。呆子。好，我就选万皇陵院。你们的选择呢？我选青天陵院。哦，你们呢？我选圣陵院。我去武陵院。莫岭，你呢？沐尘选哪座陵院，我就也去哪座陵院。哦，沐尘，那你选哪座陵院呢？郝先生，我想向您打听两个人。哦，但问无妨。郝先生应该听说过姬玄这个名字吧？姬玄，此子在灵路历练中被评为王级，是灵路最耀眼者之一。他拥有武大院的核心名额。王级吗？他进了哪座陵院？圣陵院。还有一个人，他叫洛离。洛离在灵路历练中同样被评为王级，也获得了武大院核心名额。那他进了哪座陵院？北苍陵院。据说武陵院的院长大人亲自邀请他，却被他拒绝了。沐尘，灵路结束后，你要去哪座陵院？我会去北苍陵院，因为我出生在北陵境，对北这个字眼挺有好感的。那看来灵路结束后，我们就得分开了。
那你想去哪座灵院？到时候我也跟着去。凭什么告诉你？喂，是谁说的要帮我挡背后的冷箭？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跟你在一起会耽搁我修炼。你去你的北苍灵院吧，我才不会选择那里。喂，我要睡了，今晚该你守夜。洛离，你不守信用，你以为长得漂亮就了不起啊？你给我说清楚！傻瓜。郝先生，我选择北苍灵院。啊，我也选择北苍灵院。你们还有2个月的准备时间，2个月后我会亲自送你们前往武大院的前站，在那里你们将会遇到来自不同地方的入院新生，还有一场考验在等着你们。废物，连个种子名额都拿不到，太让我失望了。对不起，爹。不过我会在圣灵院苦修，下次一定能击败牧尘，一雪前耻。哼，幼稚！你身为柳玉少主，在乎的只是和牧尘的较量。只要让他去不成北苍灵院，那牧尘就算拿到种子名额又能如何？爹，以牧尘的天赋，日后成就必然了得。这种巨大的潜在威胁，必须扼杀在萌芽期。只待我们柳玉将沐浴彻底剿灭，牧尘和他老子都必死无疑。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先不急，不是还有2个月时间吗？这种事儿，要么不做，一旦做了，就必须斩草除根，不留丝毫后患。不过为避免泄露先机，我得给沐浴找点事做，免得他们察觉后把牧尘先给送走了。我柳玉一统北灵境的大业，绝不容许任何人阻挡。成王败寇，到时候武大院也没办法说什么。哈哈，玉主啊，小木可真了不起，获得了种子名额，给我们沐浴长脸了。好了，你别再夸他了。小木获得如此好的成绩，玉主为何还犯愁？以柳青天的性子，输掉了种子名额，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哼，他不甘心又能如何？难道他还敢到我们沐浴来撒野不成？总之，这段时间务必提高警惕。柳玉狼子野心，我们不得不防。你想干什么？先前受了你的指点，我今日特来谢过。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们人类没一个好东西。我没招惹你，是你自己硬要待在我的气海之中，之前还想抹去我的神识。哼，你以为我想待在这儿？就算要夺主吞神石，我也不会选一个区区零轮境的弱者。既然如此，那就请你离开，毕竟我的实力对你毫无帮助。若是能离开，我早就走了。你让这鬼东西消失，我立刻就走。能困住九幽雀，这黑纸到底是什么东西？当初我也只是在灵路里偶然获得。还愣着干嘛？快让这鬼东西消失！还是说你这奸诈的人类，也是看中了我的金魄？我九幽一族绝不会被人强夺金魄，拼着2败俱伤，我也要把你……我根本无法操控他。可恶！
没能力放我，那你还在这干什么？你走吧。我并不想夺你的精魄，更别提之前你还帮过我，我是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以我现在的能力，暂时控制不了这黑纸，不过我会想办法解决。毕竟，你我都不愿意困在一起。一个牢笼也想困住我，给我破！看来你需要冷静一下。臭小子，你给我回来！再来！这家伙怎么竟往我脸上招呼？人家这是想赏你一个耳刮子。原来是这意思。这小子有点意思，被人这样撵得满场跑，可不大好看哦。可出其不意，我的东西终归是属于我的，没人能抢走。这小子和那些奸诈的人物似乎有些不一样。继续努力变强吧，唯有这样，才能控制黑纸，掌控我自己的身体。沐浴主，2级居灵阵运转十分顺畅，温灵幸不如命。温灵先生居功至伟，有你相助，是我沐浴的大幸啊！不敢当，这次能够成功布置2级居灵阵，多亏了穆少主。接下来我还准备在沐浴闭关，冲击2级灵阵师。我定派人为你护法。温先生竟然要晋级2级灵阵师了！牧尘预祝温先生成功晋级。借您吉言。对了，少主，你现在能凝练多少道灵印？18道灵印。很不错。穆少主对灵阵的天赋实属罕见。这卷阵图名为9天雷灵阵，在1级阵图中属于顶尖层次，算得上我最强的灵阵了。要布置此阵，需要整整20道灵印。一旦布置成功，灵轮境内无人能挡，甚至连神魄境初期的强者都不敢小觑。这阵图就送给你了。谢过温先生。切记，没有十足把握，绝不能胡来，免得被灵阵反噬。牧尘谨遵教诲。狱主，出事了！边关遭到攻击，大将陈雄被杀了。芒阴山的匪首杨鬼带着手下突袭我沐浴边境，更仗着他神魄境初期的实力偷袭了陈雄。陈雄拼死一战，仍不是杨鬼的对手。他拼了最后一口气，企图自保灭杀杨鬼，却功亏一篑，被杨鬼当众斩杀。可恶！陈雄牺牲后，边境再也无人能阻挡芒阴山这帮匪徒。他们一路烧杀抢掠，甚至虐杀手无寸铁的沐浴百姓，造成边境大批伤亡。最可恨的是杨鬼这厮，为了打击我方士气，还将陈雄尸首挂于城头。陈雄他，我要杀了杨鬼，为陈叔报仇！狱主，陈雄的仇一定要报。不过这芒阴山贸然出手，背后恐怕与柳玉脱不了干系。肯定是柳玉这帮杂碎。柳青天借芒阴山之手，打破了木柳两域的表面平衡。若我们不以牙还牙，那会对我们沐浴的名声造成极大的损害。不管是不是柳玉所为，芒阴山，我沐浴是灭定了。那芒阴山匪首杨鬼实力在神魄境初期，我和周野同时出手，倒是能速战速决拿下他和芒阴山。不过，若是我们2人都离开了沐浴，万一柳青天带人突袭，那沐浴就危险了。爹，
您留在沐浴主持大局，就由我陪同周叔，再带上精锐人马作为先头部队诛杀洋鬼。随后沐浴大军镇压芒阴山的残余力量，便能彻底解决边境危机。你不能去，太危险了。狱主，小木实力不错，还精通灵阵，能帮上大忙，就让他跟我一起行动吧。好吧，不过切记，此行必须听周野的安排。老爹，您放心。快召集人马，准备出发！什么？芒阴山竟然动手了？赶杀陈雄，这次要血战血场！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周叔，我来守夜吧。这一路日夜兼程，你也累了，早点休息。你也太小看神魄境的修为了，就算10天半个月不睡，你周叔我依旧生龙活虎。我们已抵达芒阴山脉边缘，明日便可攻入芒阴山，为陈叔报仇。刚才我收到了探子传来的消息，洋鬼这帮人躲回了他们的老巢，那里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各方要道都被他们死死守住。我们若硬攻，恐怕伤亡不小。芒阴山脉还有其他势力吗？这里匪帮聚集，除了最强的芒阴山，还有仅次于他们的九龙寨。寨主雷山也是神魄境初期强者，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我们便可以横穿芒阴山脉，直接掀了芒阴山的老巢。九龙寨，我怎么好像听过？真不考虑一下入赘我九龙寨？周叔，九龙寨里是不是有个叫雷音的姑娘？大当家雷山好像是有个女儿叫雷音。或许我有办法。哦。小莫，你确定与雷山之女有交情？沐晨，没想到你竟然主动来找我。怎么，想通了要入赘九龙寨？你正经点，我们这是有事请你帮忙。这位是我们沐浴的副狱主周野，周叔。劳烦雷音小姐通报一声雷大当家，沐浴周野拜请一见。晚辈雷音见过周叔。沐晨，没想到你竟然是沐浴的人。小木乃我沐浴少主，也是北陵境唯一获得5大院种子名额的学员。哎呦，沐晨你可以啊，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没想到北陵院这种墨守成规的地方，也能出个出类拔萃的。若我没猜错，你们是为芒阴山而来。芒阴山杀我沐浴边境大将陈雄，此仇非报不可。不过芒阴山老巢地势险峻，所以想来寻求九龙寨的帮助。洋鬼这事早已传遍整个芒阴山脉，虽说我们九龙寨与他素来不对付，但我爹说了不允许我们插手。我爹不会介入芒阴山和沐浴之争的。雷音，能否安排我们见上令尊一面？也许我有办法说服他。这好，我请我爹过来。沐浴的朋友，你们的来意，小英已经告诉我了。不过你们沐浴与芒阴山之间的恩怨，我九龙寨不会参与其中。好，雷大当家，周叔，让我来吧。雷大当家，早听闻您一双铁拳打下了九龙寨，是这芒阴山脉赫赫有名的人物。今日一见，没想到竟是如此目光短浅之人。黄口小儿，竟敢口出狂言！把这小子拿下，让大当家处置。
年轻人，对我用激将法，你还嫩了点儿。爹，牧尘获得了5大院的种子名额，这在北陵境可算独一份呢。哦，那倒是前途不可估量。不过，穆少主无需再劝说了。我身为九龙寨的大当家，不能让跟随我的兄弟们成为别人手中的刀。小殷，宋柯，雷大当家请留步。不知雷大当家觉得芒阴山和沐浴谁家势力更强、更大？那还用说，当然是沐浴。整个北陵境恐怕只有柳玉比沐浴稍强一筹。那芒阴山为何敢进犯沐浴？杨鬼明知会遭到报复，但他还敢下手，恐怕这后面定有柳玉暗中相助。你是说杨鬼和柳玉勾搭在一起了？柳玉与沐浴素有纠葛，他们定是想扶持芒阴山，维护我沐浴边境。杨鬼有了柳玉的支持，实力大涨，想必一定会吞并整个芒阴山脉的所有势力。到时候，九龙寨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被吞并，成为芒阴山的一份子。这一切不过是你的猜测。可若是真的呢？雷大当家愿意用九龙寨这么多人的前途和性命去赌芒阴山不会这么做吗？杨鬼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比我们都清楚。穆少主，你究竟想怎样？九龙寨与沐浴合作，彻底铲除芒阴山。那我九龙寨岂不就得罪了柳玉？为了沐浴而得罪北陵境最强势力，那可不明智。可惜柳玉没看上你们，直接选择了芒阴山。现在不是你们得不得罪柳玉，而是柳玉要帮着芒阴山吞并你们。现在九龙寨只有这一个机会，还望雷大当家仔细斟酌。穆少主如何能证明我九龙寨与沐浴合作便能赢得先机？就凭我是北陵境唯一获得5大院种子名额的人，将来我势必带领沐浴成为北陵境最强势力。而九龙寨选择现在成为沐浴的盟友，自是最明智的选择。爹，让我来试试沐尘的本事吧。他虽然只是凌伦境初期实力，但能获得种子名额，想必定有不凡之处。沐尘，只要你能战胜凌伦境中期的我，那便能证明沐浴未来可期。不错，能打赢小殷，再谈合作。大小姐常年在外历练，可不是只会修炼的全院少爷能比的。小穆，一定要赢啊！放心吧，待会儿我会放水的。不过这场表演赛还是要尽可能真实，不然骗不过我爹。既然要战，那就全力以赴，不必手下留情。你们这些男人太在乎面子了。哼，刀剑无眼，沐尘，小心了！冷影步，躲得还挺快嘛。接下来我可不留手了，看你往哪躲！大小姐这是在放水啊！是的。沐浴这小子究竟给小殷灌了什么迷魂汤？臭丫头，你敢糊弄你爹？看来还是瞒不过我爹。沐尘，你小心了！哟，来真的了！灵皇指。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和我战一场。我会用胜利来证明，沐浴值得九龙寨结盟合作。说得好，小殷，事关整个寨子的前途，容不得你胡来，给我拿出全部的实力。知道啦，不愧是我相中的男人。接下来我可不会留手啊！正好拿你来测试我刚晋级的灵诀。很厉害嘛，沐尘。不过还没完了。这股灵力，不枉费小殷拼尽所有的灵力，这招足够给九龙寨长脸了。小木，这小子还是个灵阵师。没想到你还藏了一手，可惜我不会给你出手的机会。认输吧，沐尘！五岩噬灵阵！哦，他竟是在以心阵布阵。散！这一下稳了。啊！再来。不打了，我技不如人，甘愿认输。这一战，沐尘获胜。哈哈哈哈！好，穆少主果然是英雄少年。我决定，九龙寨正式与沐浴结盟合作，共同讨伐芒阴山。雷大当家，事不宜迟，明日就是突袭的好时机。周兄，我们移步到厅内商议。好。等我变强了，下次再打一场。没问题。那我赢了，你就要留下来当我相公。若是服用玉灵果，应该能强行催动20道灵印，不过就是太危险了，还是先把9天雷灵阵给成功构建出来吧。之前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还有1整晚的时间，再试试。区区1级灵阵都会失败，人类，你太弱了。哼！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我虽不是灵阵师，可以认得9天雷灵阵是以雷电为趋势。雷电第一要素便是快，以闪电的速度，短时间凝聚勾勒出整个灵阵，才能使阵图蕴含的雷电之力达到平衡。哼！多谢解惑。芒阴山洋鬼恭迎2位大人。周也真的去了芒阴山？是的。哼，总算让沐浴的2个神魄境分开了。接下来该召开9域大会了。沐尘，沐尘，没规矩，咋咋呼呼的，哪像个女孩子？哟，穆兄，堂兄来了。倩儿，你来的不巧，沐尘他不在家。啊，穆叔，沐尘他去哪儿了？他呀，去芒阴山处理点事情。什么？他去了芒阴山？穆兄，芒阴山的事我听说了，没事吧？好。
还行，目前都还在掌控中。啊，来，堂兄、倩儿，你们快坐。哎，不用了，我是来问你，你收到柳玉召开九域大会的通知了吗？柳玉要召开九域大会？是的。突然来了这么个事儿，我觉得有古怪，所以特地来问问你的看法。看来芒阴山背后果然是柳玉这个黑手。先让芒阴山挑事，分散我们沐域的实力，再召开九域大会，想把沐域强者个个击破吗？啊，那你还是别去了。当初我们九域共同约定，不论谁召开九域大会，大家都必须去。若是坏了规矩，对沐域没有什么好处。柳玉还可以借机离间沐域和其他域的关系。放心吧，柳玉想一口吞下我沐域，没那么容易。不管怎么样，穆叔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会派人通知周野，让他解决芒阴山后，立刻赶去柳玉跟我会合。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不用看了，寨外的明岗暗哨都被我们清理了，里面的人应该还在睡大觉。就说，雷大当家。爹，外围的几个据点也被我们清理干净了。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瓮中捉鳖，给洋鬼来个出其不意。你们先潜入寨内去开门。是。我们也上。小心！你们可让老子等候多时了。原来是有准备，难怪之前的防备那般稀松。这么大的阵仗，沐域还真是看得起我芒阴山呐！洋鬼，你竟敢挑衅我沐域，还斩杀我边关大将陈雄！今日便要你血债血偿！就凭你们？如果加上我九龙寨呢？雷山，你胆子可真不小！老子没去找你麻烦，你倒跟沐域一起送上门了。你是想跟我芒阴山宣战吗？哼，你少装算了。今天我不动手，明天就该你动手了。看来你也没糊涂啊。不过，就你们这点人马，恐怕远远不够。柳玉的朋友，请现身吧！柳宗，这么说来，芒阴山突然攻击我沐域，真是你们柳玉在指使。是又如何？今天斩了周爷你这个沐风的左膀右臂，看沐域还能蹦得到几时？雷大当家，柳宗我来对付，洋鬼就交给你了。好。周爷，你还真当自己是我的对手不成？小木，你自己小心点。柳宗，给我滚过来！
洋鬼，来吧！这么急着来送死，老子成全你！杀！上！洋鬼柳宗跟周叔雷大当家的实力旗鼓相当，这柳宗的实力仅次于他，绝不能让他有机会插手那4人的战斗，否则3比2，周叔和雷大当家必败。柳明，你的对手是我。小子来得好！小子变厉害了！哼，是你太废物了！哎呀，我今天生死了你！助阵！都说你小子还是个灵阵师，怎么就会这些小玩意儿？哼，别急，给你准备了个大的。又是这招，不过这对手可没之前那个好对付。小子，我会给你机会吗？小子，你就只会躲吗？是灵阵！不可能，这家伙布阵速度怎么这么快？去！幽冥鬼手！明皇指！拦住他！干得漂亮！又来了，沐尘，这边就交给你了，我们上！周野，受死吧！不好，周叔快撑不住了。一旦他落败，柳宗定会跟洋鬼联手。山再落败，我们就满盘皆输了。能否保护我一段时间？你要干什么？我要先布个灵阵，帮你爹解决掉洋鬼。想对洋鬼造成威胁，怎么也得是2级灵阵师。你现在才1级灵阵师吧？这个灵阵威力极强，可以尝试一下。只要拿下洋鬼，王阴山就会土崩瓦解，柳玉的阴谋也就不攻自破了。好，这里交给我吧。只能尝试布置出9天雷灵阵了。20道灵印吗？加上御灵果的灵力，也许能成功。20道灵印，这几乎达到1级灵阵师的顶峰了吧？我虽不是灵阵师，可以认得9天雷灵阵是以雷电为趋势。雷电第一要素便是快，以闪电的速度，短时间凝聚勾勒出整个灵阵。小子，这次布阵倒是挺快的嘛。怎么回事？好强的灵阵！这浓郁的气息，都快赶上神魄境强者了。
这灵阵比刚才那个还强许多，快拦住他，别让他布阵！挡住他们！绝不能让这小子成功！给我站住！臭丫头，滚开！臭丫头，你在找死！天雷灵阵！三弟，该死的，这灵阵威力堪比神魄境强者。你没事吧？还能再战？想不到你真布出这么强的灵阵。会师这灵阵还真吃力了。接下来该轮到养鬼了。好厉害的灵阵！去！黑小大掌印！哈！养鬼，受死！芒阴山的人听好了，养鬼已死，你们若再负隅顽抗，休怪我九龙寨今日不给你们活路！快跑！快跑！废物！柳宗，看来今日你们输了。别得意的太早，对付你们，我柳玉有的是办法。撤！你小子行啊，这般年龄就能布出如此厉害的灵阵。这次我把小木带过来，看来是明智之举。雷大当家，这芒阴山接下来就交给你处理了。小木，这次你可立了大功。我扶你。慢点。陈叔，我们终于替你报仇了。周叔，我们是不是该准备回去了？我行啊。副狱主，捷报传来，我沐浴大军已在边境剿灭了芒阴山残余势力。好，很好，彻底解决了边境危机，狱主也能安心了。周叔，芒阴山剩余的人马就交给九龙寨处置，那我们也该准备回家了。沐尘，我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哦。在清剿残余抵抗时，意外发现了养鬼生前藏宝的密室。沐浴仗义，让我们九龙寨收编了芒阴山投降的人马。作为谢礼，我爹说了，这密室里的藏宝全部献给沐浴。那就多谢雷大当家了。哎，我也不过是借花献佛。小木，这次击杀养鬼，你的功劳不小。这里的宝贝随便你挑选。周叔，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周兄，之后我会敲打芒阴山脉的其他势力，绝不允许他们进犯沐浴边境。
最高也不过是凡级上品等级。若是九龙寨有需要，也太寒酸了点。也定当竭力相助。啊！啊！九虚血参，这是比玉灵果还要珍惜的天材地宝。里面的灵气虽然狂暴，但若能彻底炼化，恐怕我很快就能晋升到灵轮境后期。啊，穷乡僻壤之地，也就这血参稍微能入眼。没想到还真有个宝贝，真是个眼瞎的家伙。这件被原主人随意丢弃的灵阵阵图，算是这堆破铜烂铁里唯一还不错的宝贝。阵图看上去平平无奇，不过能让九幽雀在意，那这阵图定有不凡之处。高级阵图，这可是好东西。周叔，这2样东西我要了。看中了，收着便是。报。玉主传令，前日玉主接到柳玉召开九域大会的通知，已启程前往柳玉。玉主传令，你等解决芒阴山后，立刻前往柳玉与他会合。原来是利用芒阴山引开我，再迫使玉主独自前往柳玉。芒阴山不过是声东击西的棋子，柳玉拿九域大会当幌子，根本就是个鸿门宴。该死的柳青天！小木，立刻动身支援玉主。还来得及。柳青天没想到我们会联合九龙寨，快速剿灭了芒阴山。只要在发生最坏情况前赶到，就能助爹一臂之力。雷大当家，这次多亏了九龙寨，以后有需要沐浴之处，我们定当竭力相助。周兄，此行保重，待你和沐浴主平安归来，我定去拜见。告辞，告辞。雷音，告辞。沐尘，给我活着回来！放心吧。接到线报，玉主已经顺利抵达柳玉，明日召开九域大会。今晚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明日一早抄近路，尽早抵达柳玉。是。原来这个阵图名为妖莲图灵阵，可惜只是残卷，并不完整。不过仅仅是我探查到的部分，就能单独分拆布置出一个完善的灵阵。从这灵阵的复杂程度来看，至少是3级阵图。只是布置和施展出来，竟然要100道灵印。唉，恐怕也只有3级灵阵师才能勉强施展出100道灵印吧。虽然现在无法施展，但我可以先学会如何布置。这家伙倒是个勤快人。可惜实力太弱了。原来是这样。这么厉害的灵阵，竟好似一朵柔美的莲花。领悟出了阵法形态，只要再有足够的灵气，结出100道灵印，就能施展这3级灵阵了。彻底吸收血身中的灵气，虽然还达不到结出100道灵印的地步，但也能让我守护老爹的把握多上1分。好强的灵气！炼化了你，我便能突破。大浮屠诀！
接下来就试试能否突破吧。怎么回事？不好！你这小子在搞什么鬼？花龙怎么才攻击九如雀？难道是因为我的突破？可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行，不能放着他不管，必须阻止这花龙！给我住手！你做了什么？这花龙为何突然如此暴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快让他停下来！我正在想办法控制他，给我停下来！竟然起效了！臭小子，明明你能控制花龙，却一直在骗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也是在你遇险之后，情急之下才尝试与他沟通，这才发现我能稍许控制。哼，我才不信你这家伙！我在修炼的关键时刻还来救你，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哼！没想到操控花龙竟如此消耗精力，看来不能轻常动摇。成败在此一举，必须坚持住！给我拧！这便是灵轮镜后期的力量。若能再进一步，成为神魄境强者，就能真正帮上老爹了。哼，臭小子，这么快就突破到了灵轮镜后期，天赋不错，人嘛也还不错。什么？这是小木，你晋级到灵轮镜后期了。哈哈，这下我们的把握更大了。不过气息还不是很稳。明日我们先不急着赶路了，等你修为境界巩固以后再走。周叔，迟则生变，尽快赶到柳玉与爹会合，不然我放不下心。穆兄，好久不见。哈哈哈！洪玉主别来无恙啊！哟，看来他对你还有些旧情难忘。堂兄，现在你最应该关心的是，柳玉召开这次九域大会到底想干什么？没错，虽然九域都有召开九域大会的资格，不过自从定下这个规矩后，从没召开过。这次柳玉突然召开，必有大事发生。听闻当年柳青天的父亲柳京山，为了晋升到荣天境，一直在必死关。莫非他老人家准备出山了？不会吧！我听说那老家伙修炼时出了岔子，早就重伤而亡了。倘若柳京山还活着，柳玉就有3位神魄境强者。若他真的晋升到荣天境，那北灵境将没有任何势力能与之匹敌。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感谢诸位给我柳玉面子，悉数到场，在下倍感荣幸。柳玉主客气了。今日兴师动众，把各位狱主请过来召开九狱大会，是有要事与大家商量。柳狱主，快说吧，别吊大家胃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北陵境偏安百灵大陆一隅，在这片大陆上向来没什么地位。这是因为我们北陵境如同一盘散沙，没什么像样的实力。不过，倘若我们北陵境的所有势力能联合起来，那将成为一股让人不敢小觑的力量啊！不知道柳狱主说的是个怎么样的联合之法？很简单，只要我们结成一个北陵盟，攻守同心就可以。穆狱主意下如何？这联盟总需要一个掌控全局的主事人吧？那这主事人由谁来担当呢？这盟主之位，我觉得穆狱主挺合适的。我对自己的本事很了解，这盟主位置，我可没能耐做。我觉得柳狱主这联盟的倡议可行，我白玉举双手赞成。至于这盟主之位，以实力和威望来看，柳狱主最合适。各位的看法呢？大家都不说话，那就是同意了。柳狱主，烈狱是我烈炎辛苦多年打拼下来的，这联合之事我没有太大兴趣，就不奉陪了，告辞。烈炎，你敢对我柳玉不敬？道不同不相为谋，何来不敬一说？烈炎，别怪我没提醒你，走出这里，你就再没机会。刘青天，你虽比我强，不过还真没资格跟我说这种话。这是你自找的。狱主死了。今日没有老夫的允许，谁离开此地，那就是死。柳青山，荣天境，这老家伙真的没死，竟然还突破了。各位都认识老夫，也清楚老夫的脾气。今日北陵盟不成立，所有人都得留下来。我白玉愿意加入北陵盟，奉刘老爷子为盟主。我等也愿意加入北陵盟，奉刘老爷子为盟主。你们呢？我沐浴现在挺好的，不准备参加。唐玉是我一生的心血，在下不能答应并入北陵盟之事。并入北陵盟一事，我红玉还需从长计议。罗玉非我一人所有，此事关系重大，我得回去跟族里父兄们商议才行。看来烈炎的前车之鉴还没能让你们看清形势。强扭的瓜毕竟不甜，结盟之事还需大家心甘情愿才行。告辞。
爹，他们已经做出抉择了。既然做了抉择，就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没想到那老家伙还活着，有这么强。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啊？柳玉既然搬出了那老家伙，就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共同进退，才有可能跟那个老家伙抗衡。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给你们机会，居然不懂珍惜。今日谁敢阻碍我柳玉脚步，杀无赦！小心点，这老家伙要对我们下死手了。来就来吧，我先去试试龙天境强者的厉害。匹夫撼树，自找死路。爹，堂兄，没事吧？啊。真以为你们4人联手就是老夫的对手吗？念在你们实力不弱，老夫再给你们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刘老爷子，我们没有太大野心，只想守着各自那1亩3分地。结盟之事，恕难从命，还请刘老爷子莫要相逼。冥顽不灵！今日除了加入北灵盟这条路，你们没有别的活路了。烽火凌波！嘿嘿。木兄，那是玉主他们。那人是谁？上任玉主柳金山，想不到他还活着，看样子还晋升到了龙天境。龙天境。难怪柳玉要召开什么9域大会，原来是想用柳金山这龙天境强者逼玉主他们俯首称臣。玉主他们肯定是不会答应的，跟柳玉撕破脸了。那我们快去帮助老爹他们。别冲动，这种级别的战斗你去也没用，反而会让玉主他们分心。那我们就这样看着，先看情况。要是情况不妙，我会立刻带你离开。不行，我不会丢下老爹的。小木，我知道你的心意，但真到玉主他们都无能为力时，你留下也不过是送死。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能记住北苍灵院，我相信不出3年，必能超越柳金山的老家伙。到时候，我们还需要你来报仇。如果那是最后的选择，我会这么做。不过，现在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绝不会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死在这里。这样各自为战不行，我们2人一组，分头斩了这2条凡人的爪子。我跟你一组。堂兄，你们就这点本事吗？那老家伙实在是太强了，
玉主他们怕是无法支撑太久。不行，我得做点什么。哼，九雀，你能否战胜荣天境强者？荣天境还强者？我全盛时一招就能击杀。太好了，那你能不能帮我解决掉外面的老家伙？哼，凭什么？这样，我们做个交易，你帮我，而我会给你一个承诺。承诺？打够了没？接下来轮到我了。我们联手打破他！小木，快走！小木，小木，怎么回事？快醒醒！郑叔，牧尘，切儿，红林，快过来！沐浴那小子也来了，正好一网打尽。你少来这套，炼化了我的精魄，对你有多大的好处，我还不清楚？你这种承诺，我一个字都不信。你在我体内也有一段时间了，对我的性子应该有所了解。我发誓，如若你今天帮我，我保证以后绝不炼化你。他日我若能完全控制曼陀罗花，一定放你离开。而且等我变强了，我还会报答你今日的救父之恩。这小子确实比其他人类可爱不少，而且不帮他，他会死在这里。我以后要想恢复肉身就更难了。你又不能放我出去，我怎么帮你？待会儿我会尝试全力控制花龙，减轻他对你的压制。如果成功，你就把力量借给我。不行，你的实力太弱了。我借给你力量，你的身体未必能承受，说不定还会爆体而亡。你敢吗？我不怕，请借给我力量吧。牧尘，牧尘，你怎么了？他这样子好像是入定。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能入定啊？小木这样已经好一会儿了，你们先带他离开。那怎么行？我爹他们还在跟柳金山那老家伙大战，我要留下来帮忙。留下来有什么用？快走，我掩护你们。只要你们这些少玉主还活着，柳玉的阴谋就没有那么容易得逞。联起手来确实还有点能耐嘛。不过老夫年龄大了，没那么多精力陪你们继续玩。到此为止了，大家小心！你就不怕我在你控制花牢时突然对你出手？我相信你。你凭什么相信我？我知道你性子刚烈，骨子里还有常人所没有的骄傲。你不会对一个曾经帮过你的人落井下石的。哼，说的你好像多了解我似的。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你要肯帮我，这份恩情我会记在心里。既然你不怕死，那就借你力量吧。不过，你还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万涛岁月长。玉主，娘呀！
少爷，快带晨儿他们走！走得了吗？你们的父母今天是在劫难逃了，把你们也斩除，那木堂红三玉就彻底完了。你们快走！哈！呀！死！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会有这种力量？小子，找死！老匹夫，想要杀我爹，再问我同不同意？荣天境，怎么可能？木鱼那小子居然是荣天境，看他的气息，确实不比柳青山弱啊！木主，牧尘什么时候晋升到了荣天境？那小子，经常让我也很意外。哼，小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实力暴涨，但我看得出来，这股力量并不属于你。你想凭此阻拦老夫，未免太天真了。那倒要试一试。还好，暂时承受住了九月的力量，但负荷太重了，怕是撑不了多久。速战速决！这小子的力量来得太诡异，必须全力而为。小子，有点能耐，老夫看你还能接我多少招！山神诀，撼山神拳，来多少我接多少。灵皇诀。爹，没事吧？你怎么样？爹，那小子怎么突然变强这么多？不清楚，但放心吧，他再强也强不过你爷爷。这就是荣天境强者间的战斗吗？我一直没能达到的境界，竟让陈儿突破了。这小子够给我争气的。小子，你的表现还真出乎我的意料。不过，这可还不够。老夫苦修多年，方才将这山神诀修炼至大成。今日，拿你来试技！山神诀，山岳震大地。
4人联手都接不下吧？那家伙，这下总该完蛋了吧？以前根本无法凝练出的第3道死印，居然一下子就完成了，这威力比以前强了不知多少倍。山神诀，山岳震大地。森罗死印，不可一击。无尘，小心！3道死印还是不行，看看能不能再凝聚1道。什么？连地修炼多年的山神诀都能破，这小子的力量到底哪来的？能将老夫逼成这样，你倒也是厉害。不过凭你灵轮境后期的修为，根本无法长时间承受外来力量的重负。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这力量只能让你暂时达到融天境。你要是无法迅速除掉那老家伙，这力量很快就会反噬你，甚至把你撕碎。所以，老夫只要拖住你，你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弱。到时候老夫要杀你，易如反掌。实力凝练出来的灵兽精魄，我都竟是如此之强，比我们神魄境凝练出的灵兽精魄不知强横了多少倍。爹，牧尘挡得住吗？去！他是真扛不了多久了。陈二，牧尘，别过来！你耗不过那老家伙，还是赶快带着你爹逃走吧，至少你们俩还有活命的机会。小木，我来迟了，你没事吧？你从灵路回来后，我老爹就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你。不行，这里除了老爹，还有其他我在意的人，我必须救他们。只要除掉这老家伙。你坚持不了多久了，还能拿什么除掉他？灵阵。小子，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干掉你，足够了。
儿这是要用灵阵，那混蛋又要布阵了。看这灵印数量，难道他想布置3级灵阵不成？哼！竟然敢当我的面布置灵阵，找死！哼！会接灵印又如何？我可不会坐等你布阵成功。哼！就这，那你永远都不可能结成灵阵。这混蛋，上次也是这样，仗着新阵在躲避中布阵。这小子，难道是进入了新阵状态？不行，绝不能让他布阵成功。游鱼灵诀，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沐风的儿子还真是厉害，连柳青山那老家伙都阻止不了他布阵啊！现在就看他能不能击败那老家伙。要是成了，柳玉的野心落空，我们也不用被他们吞并了。这小子还真是棘手，得速战速决，否则还真让他把阵给布成了。沐尘，快！他又召唤出精魄了！融合！穆兄，你看得出那老鬼在搞什么吗？大哥，爹这是……应该是用上最强的杀招了。看来爹是被那小子逼急了。那是柳金山变的。用天境强者，竟能将本体跟精魄融合。这下双头魔犬的力量至少变强1倍，可此举定会有损修为。柳青山怕不是疯了吧？哼哼，那小子再能躲，这次也难逃爹的掌心。外面的老家伙已经压上了全部身家，接下来的出手必定石破天惊。你的身体负荷濒临极限，就算把灵阵布成，也未必能除掉他。我还撑得住。已经没有机会了，试试双头魔犬真正的威力吧！陈二，这怎么可能？那就是3级灵阵。妖莲图灵阵启动。沐尘他哪来这么多恐怖的手段？
撑得住吧。身体到达极限了，还不是倒下的时候。出来吧，小莲。想不到真让那牧尘布阵成功了，3级灵阵的威力还真是恐怖啊！这下柳金山想赢，悬了。大哥，爹他……别慌，这绝对是牧尘最后的手段了。只要爹能抵挡下来，这小子必死无疑。小子，你以为这样就能对付得了我吗？黑龙，风火杀！接下来该屠狗了。可能！我们赢了，木兄，想不到你们沐浴藏了这么厉害的底牌，我还以为今天死定了。怎么会这样？想逃？全部都放虎归山，否则北灵境永无宁日。小子，你敢！柳金山就这样没了？那可是一个荣天境强者，想不到他使出最强杀招，还不是牧尘的对手。这下柳玉完蛋了。难怪牧尘能成为北灵境唯一一个获得灵鹿资格的人。木兄，你真是养了个好儿子。不知晨儿的身体有没有事？这强大力量究竟是什么？
总算是回家了。啊，千儿姐，沐晨，你终于醒了，身体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难不难受？没想到千儿姐还挺会照顾人的。啊，谁想来照顾你了？九域大会结束后，我爹就一直在和穆叔谈事情，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也无聊。你昏迷了这么多天，先喝点水，定定神。九域大会就这么结束了？你斩杀了柳金山之后，九域大会就结束了。如今啊，整个北灵境都为你而震动。击败了荣天境强者，又救了所有人。沐晨，你的名字已经响彻在北灵境的每一个角落。沐浴也超越了柳玉，成为北灵境的最强势力。能让大家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哦，对了，穆叔还不知道你醒过来了，我这就去告诉他。哦，差点忘了，几天后就是我们前往武大院的日子，你醒的还挺及时。哦，还好没耽误去北苍灵院。对了，应该好好谢谢他。你倒还真是命大，这都能活下来。这次多谢你了。真要谢我，那就赶紧打开这鬼东西，放我出去。抱歉，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控制这花龙，不过等我修为提高后，想必对它的控制就会加强。我保证，那时候一定会让你重获自由。说了跟没说一样。哼，男人的承诺。是不是之前你借力量给我，影响到了你？即使是现在的我，一根手指也能碾压你。再说，我可不是白帮你的，记得你答应我的事。你若是敢不守承诺，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小木，小木，周爷，怎么回事？快醒醒！带车儿他们走！既然你不怕死，那我就借给你力量。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我都答应。条件就是，我要你帮我拿到北冥龙坤的精血。北冥龙坤？你说的难道是？北冥龙坤，万寿路天榜上的可怕存在。它的精血之中，蕴含着上古神兽的血脉。取他的精血？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就你这点实力，恐怕一个照面便被北冥龙坤直接灭杀了。放心，我又不会让你去直面北冥龙坤。听说你接下来要去的北苍灵院便有他的精血，你想办法帮我弄一份。好，我答应你。你确定你做得到吗？既然我已经做下承诺，不管有多难，我一定说到做到，为你拿到北冥龙坤的精血。我记住了。接下来我会休养一段时间，没事别来烦我。自己老老实实修炼，别死得太早了。总算是打发走了。没想到精魄状态下，我的实力降得这般厉害，绝不能让这臭小子发现。虽然他比其他人类好上那么一点，但还
是不能大意。还有几日便要去北苍陵院了，得抓紧时间恢复灵气才行。我体内的灵气怎么会这样？看来是之前大战耗尽了灵气，因祸得福，反而拓宽了体内经脉，加快了吸收灵气的效率。我的灵印突破到21道了，那你岂不是2级灵阵师了？陈儿，你现在的实力足以媲美神魄境的强者了。爹，现在可以和老爹说一说那股暴涨的力量了吗？爹，这事要从上次黑明渊说起。牧尘，小心！九幽雀进化失败后自爆，当时我们大家都以为他就此陨落，谁知他的精魄竟然进入了我的体内。之前的九域大会，我便是向他借的力量，才能一举斩杀柳金山。没想到啊，我和柳青天费尽心机，结果谁都没有捞到半点便宜。这九幽雀竟然被你得了，或许这就是我和九幽雀的缘分吧。但以你现在的实力，是驯服不了这头凶兽的。到时候被他精魄噬住，就糟了。老爹，别担心，我现在和他关系挺好的，不然他也不会借力量给我呀。再说了，我自有分寸，一切都在掌握中。若有任何不妥，一定要告诉我。到时候老爹无论如何也要为你除去隐患。如果真有不测，就拜托老爹了。对了，老爹，几天后我就要去北陵院搭乘传送阵，前往北苍陵院了。去北苍陵院？这么快啊？你这一去，怕是短时间内没法回家。老爹先前一直在给你搜罗阵图，来，把这个拿着，之后应该能派上用场。这是2级灵阵，金轮猎灵阵。2级阵图，2级阵图可是相当稀有啊！爹，你花了很多心思才弄到的吧？我怎么说也是一域之主，门路还是不少的。爹，多谢了。臭小子，跟老爹客气什么？你在北苍陵院可要好好修炼，不许给我丢脸。放心吧，老爹，你儿子可不是谁想欺负就能欺负的。柳玉如果不除掉的话，会不会贼心不死，又搞出什么恶心事来？柳玉已经元气大伤，不足为惧。而且我已经隐约碰触到融天境的门槛，再潜修一段时间，应该能够晋升到融天境。若老爹成为融天境强者，那我沐浴在北陵境就彻底踏实了。好了，这几天好好休息。老爹还有事要去处理，先去忙了。爹，记得我给你的承诺，终有一天，我会把娘带回来，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你老爹我等着那一天。
可得给我好好收收你那大小姐脾气。外面不像北陵境，爹没法再护着你。爹，我会保护好自己，绝不会让您担心。小木，在北苍陵院好好修炼，下次回来让你周叔震撼一下。好嘞，周叔。话说你也该找个老婆了，也震撼我一下。臭小子！出门在外，切记谨言笃行，不惹事，但也不要怕事。能善人，能误人，方能正人。爹，你放心吧。爹，周叔，唐叔，我该走了，你们回去吧。千儿姐，再不走就要迟到了。爹，我也走了，你要好好保重啊！晨儿，大千世界，实力为尊，唯有流过血、受过伤，等等我，才能真正成长。正如那雏鹰不惧风雨，方能成为雄鹰，翱翔于9天之上。武大院，我来了。你们说，木哥他怎么会那么强？荣天境哎，被他一招杀掉，我听了都快被吓死了。可不是，没想到木哥还藏了一手。嘿嘿，不愧是我们北陵院第一人。木哥身上发生任何事儿，我都不惊讶了。能让柳玉多年的同谋化为乌有，整个北陵境也就沐尘一人了。对对，就应该跟我一样。我这运气可真背，还是少说话，免得自找麻烦。现在也没办法了嘛。如今整个北陵境都在讨论沐尘，这小家伙真是有太多惊喜了。沐尘的精彩表现确实配得上种子名额，不过那股强大的力量，恐怕并非沐尘所有。哎，木哥来了。抱歉，谢院长，郝先生，我们来晚了。哈哈哈，不晚不晚，传送阵还在调试，你们先过去等一会儿。哎，木哥，等会儿我们可要一起去北苍陵院，我听说那里很不简单呢。武大院里没有哪所学院能小觑，也许北苍陵院不是其中最强的，但修炼一途，最终拼的还是我们自身。你的伤都没事了吧？有千儿姐的照顾，想不好都不行。喂，你以后会不会来万皇陵院找我？万皇陵院全是女生，我可进不去。再说了，几年后大家还是会在北陵境重逢的嘛。沐尘，啊，没事了。木哥，木灵说以后他罩着你，那霍云你乱说什么呢？好你个没良心的，有你这么当弟弟的吗？去了北苍陵院就忘了姐姐？千儿姐，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万皇陵院确实进不去啊。哼，你就是嫌麻烦。我错了，我错了，千姐饶命啊！没机会你也要找机会，知不知道？终有一日我会打败你，重振柳玉。饶了他吧，千儿。就是啊，给我千儿姐算了吧。诸位，5所学院的传送阵已备好，接下来根据各自选择的学院，分别进入所属的传送阵。不过，这并不代表你们已经是武大院的学员了。武大院对你们还有一场真正的考验，通过了才是武大院的正式学员，今后前途无量。诸位，好生努力吧。是。之后有劳郝先生了。
入阵吧。啊！洛离，我们就要见面了。洛离，木哥，这里就是北苍灵院的考验之场吗？那些都是获得北苍灵院名额的人吗？应该没错，看气息，他们实力最差的也是灵轮境初期，有些还是灵轮境后期，甚至更强。难怪我会感觉到那么强的压迫感。这些人都不知道是来自什么。不知道洛离是否在这些人之中呢？小家伙们，大家好。我是北苍灵院考验之场的监测者之一。你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叫做北苍界，这样的考验空间共有4个。居然还有3个考验空间，那我跟洛离见面的机会，岂不是只有1/4？你们脚下站的平台叫做接引台，这种接引台仅仅在这个北苍界中就有上百座。上百座？那见到洛离的机会，岂不是一个接引台就有这么多人？参加北苍灵院考验的人也太多了吧？北苍界极其辽阔，遍布兄弟，到处都是实力强横的灵兽。给你们的考验就是穿过这些阻难，到达北苍界中心的北苍殿，那里才有真正通往北苍灵院的传送灵阵。在出发之前，你们先得把手放到石碑上，接受它的评级。学员等级分为9级，普通名额的学员初始级别一般是1级。种子名额学员初始级别是3级，而核心名额学员初始级别则是5级。天哪，5级，居然是5级！看不出他竟然是核心名额学员。是啊，这种人应该都是参加过灵路，获得王级评判的存在吧。好了，各位都获得了初始评级。我说下规则。凡是最终到达北苍殿评级在4级以下的学员，就算是核心名额获得者，都将失去进入北苍灵院的资格。接下来，你们可以通过击杀灵兽、获取宝物等方式来吸取灵气，逐渐提升等级。当然，你们也可以抢夺别人印记中的灵气，特别是那些等级比自己高的。只要抢夺成功，至少能迅速提升1级。好了，大家看身后的那束光，那便是北苍殿所在的位置。祝大家好运！
姑娘你好，我们来自大元大陆的大元灵院，想借姑娘的印记一用，还望成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们确定？我们有5个人，谁敢管我们的闲事儿？虽然你的印记级别比我们高，但是你一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们5个的对手。没错，乖乖把你印记里的灵气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不懂怜香惜玉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确定要出丑吗？哼，牙尖嘴利可救不了你。啊！一起上！为什么会这样？对了，如果有人在考验中丧失战斗力，将会被送出北苍界，直接淘汰，剥夺进入北苍灵院的机会。那得小心点。是啊，所以记得保护好自己哦。沐尘，洛离，木哥，发什么呆啊？考验开始了。走，我们也去北苍殿。嗯。干得不错，这家伙可是灵轮境中期。要不是木哥你从旁帮忙，我还真没这么容易得手。啊！这一带的黄金鳄还真多，你先休息下，这头我去对付。嗯。看这里！九幽雀，上次借用了你的力量，希望这灵兽精魄对你的恢复能有点作用。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别过来，不然我不客气了。别过来，不然我真的会不客气的。这么小就获得了北苍灵院的考验资格，看样子还是个灵阵师，而且用的好像是新阵状态。只是临场应战经验有些不足，白费了这么强的灵阵。坏蛋，人家还没准备好呢！灵阵要崩了！居然也是种子名额。小妹妹，没事吧？嗯，谢谢你。森罗死印！好厉害！小子，吃了你一点东西，好心的给你提个醒，有人盯上你了。莫灵，小心！
朋友，既然来了，就不必藏头露尾了吧？不愧是种子名额获得者，有点能耐。3个灵轮镜后期。莫岭，你带这位小妹妹到一旁去。他们有3个人，我帮你。没事，你保护好这小妹妹，我来对付他们。小姑娘，跟我来。朋友，你这是想1打3吗？怎么，让你们以多欺少都不敢吗？好狂啊！看我们等下不废了你！朋友，我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把3级印记给我们，我葛青保证你们安然离开，如何？想要就来拿吧。不见棺材不落泪，就让我好好招待一下你吧。还挺难对付，你们还愣着干嘛？一起上！木哥厉害！他的速度太快了，快过来，别让他哥哥击破！看来觊觎木哥3级印记的人还真不少啊！小子，有本事别躲，我们堂堂正正打一场！差不多该杀鸡儆猴了。如你们所愿。这小子还是个临阵师，快动手！啊！大浮屠诀。大哥哥也会心阵，而且布阵的时候还能施展其他灵诀。继续打，看他能撑到几时！好厉害，这样都还能使用心阵。破！这小子是个硬茬，快把最强招式都拿出来！九剑诀，动手！延世灵阵。就这点本事，也敢来抢劫？接下来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吧？再不快点，你也要被淘汰了。莫岭，另一个的印记归你了。各位，如果还想打我沐尘的主意，欢迎至极。不过希望各位能吸取这3位的前车之鉴。哇，大哥哥好厉害啊！大哥哥，好厉害啊！
小子不愧是种子名额获得者，灵伦境内恐怕没人是他对手。那就找比灵伦境还强的人来收拾他。我这个灵盘能定位到我大哥的位置，他参加过灵路，如今已经跨入神魄境，解决这家伙还不是易如反掌？沐尘是吧？这个名字我记下了。等我把大哥找来，你吃下的全都给我吐出来！吵死了，安静点儿。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笋儿。你多大了？今年14了。这么小，14岁就获得种子名额的人，怎么会连黄金鳄都打不过？我当时好饿，他们又来得突然，我一慌就布置不出灵阵了。这个熟了，给你。大哥哥做的烤肉好香啊！慢点吃，还有好多呢。大哥哥，我还饿。你有多久没吃东西了？2天了，本来带了很多吃的，但2天前发现一头觅食的小灵兽，实在太可爱了，就全喂给它了。我又不会自己弄吃的，就饿到了现在。对了，大哥哥，你们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沐尘，他叫墨岭，我们是从同一座灵院来的。我也是跟姐姐一起来的，但我们走散了，不然我也不会被那些灵兽欺负。这么说，你姐姐很厉害喽？当然啦，我姐可是参与过灵路的。木哥，说不定你还认识呢。那可不一定，灵路很大，而且我提前出来的，哪能人人知晓？沐尘哥哥也去过灵路，嘿，当初我也差点去了。你也获得过灵路资格？但娘亲说我太小，不让我去。沐尘哥哥，你能带我去找我姐姐吗？我有灵盘能找到她，但老是有人要抢我这个，我不敢一个人去找她。沐尘哥哥，反正你姐肯定也要去北苍殿，你就跟着我们吧，迟早能碰上。太好了，他们都熟了，沐尘哥哥和墨岭哥哥也吃吧。你慢点儿，小心烫。快点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好。洛离，真好吃。当年在灵路，多少个夜晚就像现在这样。可惜，现在少了他。算了，这段时间第3道森罗死印修炼刚有点感觉，趁热打铁吧。原来是葛青回来了，大哥。大哥5级印记了，跟那些核心名额之人的初始级别一样了。我这都是抢来的，
跟那些王级变态还是差多了。怎么印记才1级？招惹了什么强敌？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有个叫沐尘的家伙夺了我们的印记。你刚才说那人叫什么名字？沐尘。怎么了，大哥？你认识那家伙？何止认识，我这疤痕就是他留下的。他现在是何境界？大概是灵轮境后期。才灵轮境后期？是了，他没经历过灵路最后的灵力灌顶，实力落下了很多。很好，这次我定要灭了他，报这一刀之仇。好霸道的力量！小子，赶快压制住他，否则你的经脉要被震废了。不再压制了。总算把第3道森罗死印修炼成了。这下就算是不用灵阵，跟神魄境初期的强者也有一战之力了。哎，这北苍界果然够大，走了2天，连这片林子都没能走出去。听说越往后灵兽越厉害，对手也越强，要闯过去就越难。所以很多人都抱团一起走呢，这样通过考验的机会就会变大点。像我姐就成立了一个叫夜帮的势力。现在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势力了，不过素儿还得提升下作战经验才行。沐尘哥哥说的没错，可我要怎么提升啊？你的锻炼机会来了。2头实力堪比灵轮境后期的铁蜥，这个锻炼会不会难了点儿？对呀，他们看着好恐怖啊！你去解决他们，今晚就给你做好吃的烤肉。真的？烤肉，我来啦！集中精神，不然晚上饿肚子。不，我要吃烤肉，再也不要饿肚子了。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以后碰到危险就这样做，不要慌，用心布阵。有人往这边来了。灵牌有感应了，难道是姐姐他们找过来了？怎么是他们？小子，我们又见面了。看来这些天你抢了不少别人的印记啊，又准备送给我吗？去，小子，我大哥要见你。神魄境，沐尘，真的是你？是你啊！没想到你还活着。看来老天是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当年你给予我的恐惧百倍奉还给你。虽然我的对头不少，但我还真没把你当成过对手。从前是，现在也是。你是吗？等会儿我要在你脸上划下一道道血痕，你就会毕生牢记我这个对手了。
你这丫头果然在这里。她就是索儿那个参加过灵路的姐姐吗？想不到也是神魄境。灵路最后一步，还真是鱼跃龙门。小丫头，这段时间没出什么事吧？我没事，还好遇到了沐尘和墨岭哥哥。是他们两个吗？怎么葛邦的人也在？葛海，这沐尘是索儿的朋友，还请你们葛邦不要为难他。帮主，帮主。就连姬玄和杨红这种灵路顶尖之人都十分忌惮的血祸者沐尘，现在竟然沦落到需要女人来保护了吧？就是灵路中那个血祸者沐尘。血祸者，那可是响彻灵路的名字，居然是他。所以，叶清明让开吧，你没资格保护他。姐姐，我不管他是谁，他帮了孙儿，就是我的朋友。你要伤他，先问我同意不同意。叶清灵，真当我葛邦怕你不成？那你大可一试。叶姑娘，多谢了。不过如果连这种货色我都无法对付，我哪还有脸去武大院？葛海是吧？说句实话，以前的你没资格成为我的对手，现在依然如此。现在的你有资格对我说这种话吗？你想要洗刷心中阴影与恐惧的话，那便来吧。不过得有付出代价的准备。这一次，该付出代价的是你。这么快就想跑了吗？大哥，干掉那小子！他不过是灵轮境后期，怎么可能与我正面硬汉？血战刀法！混蛋！杀！姐姐，沐尘哥哥不会输吧？应该没事。连那血祸者果然不是浪得虚名。怎么回事？奥巴正站不了上风，那小子怎么会这么厉害？获得灵路灌顶的你，就这点实力吗？那灌顶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厉害吧？现在我便让你知道，当初我能够轻易打败你，现在依然能够办到。怎么会这样？我就不信，以我神魄境的实力，还耗不死你！你竟然还是个灵阵师！什么时候布的阵？难道你还会心阵？又是灵阵！我说过，要成为我的对手，还没这资格。血刀破裂！九天雷灵阵！确实厉害，真的强。要我去对葛海，估计撑不过3招。我说过，跟我动手
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你懂的。这样可以了吧？这可还不够。你还想怎么样？这样，我告诉你一个情报，你放我走。那得看你情报的价值。我们发现了一座小山谷，那里有不少天材地宝，其中有一株神魄阴阳枝，对神魄境强者的修炼大有裨益，还能让灵伦境后期的人成功进入到神魄境。这种宝贝你怎么可能不动手？那里有3头高级灵兽镇守，实力都不弱于我，我没办法去到。把地点告诉我，滚吧。沐晨，多谢这几日对舍妹的照顾。叶姑娘客气了，笋儿很能干，我没做什么。你真要去那山谷吗？前些时候，葛邦确实在葛海说的那个地方徘徊，但情报真假我不敢肯定。总觉得这葛海没安什么好心。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只要这个情报是真的，就够了。谁说万族生来就该分出个对错？谁说卑微的誓言就不能算承诺？那些笑过、吵过、不屑一顾的缄默，何必太执着？要在苍穹榜上刻下我的名字，证明我曾经来过。战越战越悍，